开打了！我扛仇恨，发誓拉开距离，奶妈跟紧我！让开让开，主角输出来了，我可是全服伤害第一。少废话，你那点血够人家一巴掌，我奶着你呢。祖玛血量见底了，都顶住，别拉！我躲一下，万一被见到呢？魔法少女，你再后退一步，我这毒就先喂你了。来了来了，输出输出！救命啊！我血逼了，我血逼了！妍，让你别乱跑，奶妈的 CD 是有数的，下次没这么准。猫姐，你就是我亲妈，不对，亲姐，这条命算你的。仇恨我死死拉住了，谁都别慌，激活他下盘，一波带走。就是现在，烈火剑法！倒了，倒了！祖玛教主被我们三个打穿了！爆装了，爆装了！看那金光，是顶级货！屠龙刀，全服第一把屠龙刀，是我们的！发了发了，兄弟们，这把直接封神！快捡快捡！不对，快松手！我的啊！我网吧呢？我电脑呢？这 UI 怎么跟着我出来了？我穿了，连刀带号一起穿了，系统还在。魔法少女、小奶猫，你们俩在哪儿？何方妖孽，竟敢擅闯太虚剑宗后山！兄弟，你这剑伤害够不够破我护甲？我再问最后一遍，你是什么人？为何擅闯太虚剑宗后山？太虚剑宗，这我是真没听过。你们这服务器开了多久了？服务器又是什么妖言？我看你灵台浑浊，灵气未入体，连炼气1层都够不上，竟敢在长老坐镇的后山放肆！灵气未入体，这 NPC 人设写的挺细啊。可这风，这冷，这剑气割脸的疼，真掉血了，这疼，这手感比 VR 还真。知道怕了，念你无知，自断一臂，留你全尸。自断一臂，兄弟，你这 NPC 怎么上来就要砍人胳膊？我靠，真砍！野蛮冲撞，野蛮冲撞命中，破布目标护体护盾，触发击退、眩晕，护盾耐久减100%。不可能！我堂堂筑基修士的护体灵气，怎会被一个连灵气都没有的废物一招撞碎？哎，我这野蛮冲撞，平时撞小怪都得撞2下，今天怎么一下把人撞这么远？这不对劲！真要是游戏，他护盾碎了，该弹个目标已死亡，可他在那儿是真吐血，真喘气。实体的，能拿出来，有重量，有温度，这他妈不是游戏画面，这是真刀！我没在打游戏，我是连人带号串进这把游戏里来了。你到底是什么妖物？妖物不至于，普通玩家刚下线，迷了路而已。妖人，后山有妖人！师兄救命啊！跑这么利索，行吧，这 NPC 是真把我当怪物了。唉，号没崩，装备没掉，等级还卡在30。他俩也在，这破地方，他俩跟我一块穿来了。魔法少女，小奶猫，一刀，真是你吗？我还以为就剩我一个人穿到这鬼地方了。打住打住，一个大老爷们儿哭什么？哟，团长也来了，我就说嘛，组队频道一直亮着，咱仨一个都没掉线。我刚才喊你俩喊的嗓子都哑了。这地方邪门的很，天上飘着仙山，地上长着我不认识的草，那熊瞎子血厚的跟堵移动城墙似的。先松开，我这一路过来撞见个穿白袍的，张口就是太虚剑宗炼气期，还要砍我胳膊。太虚剑宗听着像个门派，团长没吃亏吧？吃亏？我一个野蛮冲撞，把人家护盾撞碎了，人飞出去老远，我自己都吓一跳。
你那三脚猫的野蛮冲撞我还不清楚，他都能一下把人家护盾撞碎，合着这修仙界的护体灵气还没咱们新手村的木帮耐揍。你俩知道我刚才多慌吗？我一睁眼旁边趴着只熊瞎子，我嗷一嗓子火球术糊他脸上了，自己都吓一跳。他是真的死了，冒烟那种。真死了？真死了，烧成一滩灰，我还过去戳了戳。哥哥们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等级在30级，技能栏烈火剑法、刺杀剑术、半月弯刀、永慢冲撞全在，背包格子负重 CD 一个不少。我的火球、雷电、冰皇啸、流星火雨，连召唤神兽都在，这下谁是大爷？瞧见没 ？CD、蓝耗、伤害全跟以前一模一样，机制全保留，这不就等于给咱仨开了个修仙外挂？治愈、尸毒、照骷髅、隐身、狂暴，我的也都在。可是，你俩看这个，复活，灰的点不动。复活灰了，复活灰了，啥意思啊？怎么使了？不能读到重来了？我那只熊瞎子是真的死透了，不会刷新。再结合复活灰调，哥哥们，我的判断是，在这地方怪没了是真没了，那咱们没了大概也是真没。真是没有小命3条，没有原地复活，使了就没了。那我这脆皮法师可怎么活啊？我被人贴脸摸一下都倒的。所以从现在起，谁都不准浪，技能机制都在，这是咱们的本钱。可只有一条命，这是咱们的命门。说得对，机制是咱们最大的优势，但一旦把命赔进去，优势归零。所以，能算计的绝不硬拼。3件事按顺序来：第一，活下去；第二，搞清这是什么地方，那个太虚剑宗又是什么来头；第三，再想办法弄明白能不能回去。行，反正咱仨从小一块长大，要死死一块。呸！不许说死，谁也不许死。就是他们，那个男的一拳碎了我的护体灵气，还有那女子方才照出一地白骨。哎，一刀，他们人挺多啊，要不咱先……吵死了！骷髅，出来站会儿。养尸炼骨，果然是邪修，还是一伙的。嘿，你们这帮 NPC 怎么回事？张口邪修，闭口邪修，这就普通技能啊！火球术，懂不懂？凭空取火，口吐妖言，天外邪魔，速速拿下！哥哥，他们一直邪魔邪魔的，是在夸咱们吗？不是，妖孽休得猖狂！我太虚剑宗乃玄苍界正道之首。正道之首，听见没？一刀，人家是这区的顶级公会，怪不得这装备，一身白板，会标都不发光。人家听不懂你说什么的，少女哥。听不懂才好玩啊！喂，我说几位，你们这是要组团打我们？人是不少，可惜啊，屁不够肉，奶妈不够多，输出还全是脆皮。哼，一派胡言！来人，铁剑阵，先废了这妖人！太虚剑宗外门首席凌霄，何方妖孽也敢在我宗后山照骷髅纵妖火？好家伙，这一看就是个精英怪，台词都比小兵长一截。尔等邪魔残害我宗弟子，行左道妖术，罪无可赦。今日便由我替天行道，将尔等就地超度。识相的束手就擒，自废修为，或可留你等全尸。我这本命飞剑双锋，向来不屑沾邪魔脏血，血条不厚，攻击副双属性带减速，就以精英怪的配置。一刀，他这一套一套的，是不是 BOSS 出场 CG 啊？要不要让他念完？让他念，一会儿打脸才响。尔等在嘀咕什么？可是在求饶？晚了！本首席今日要替玄苍界清理门户。哟，小兵还带士气加成，
精英怪一来全体加工，这设计挺懂啊。兄弟，没人求饶，我们仨再商量，先打你哪儿你不疼。一刀，这小子看着比刚才那个能打点儿，可也就那样吧。哼，双峰是吧？我看看你这本命飞剑，扛不扛得住我一刀？哥哥别急着上，让我先给这位首席备份一份见面礼。猫姐又要下3种毒了是吧？首席啊，我劝你现在就跑，等会儿你就懂什么叫正道之手，也扛不住奶妈的温柔。区区连灵气都未入体的蝼蚁，也敢与本首席这般说话？尔等邪魔，待我一剑超度尔等回那来时的地狱。刺杀剑术，不可能！我本命飞剑全力一击，竟连他一根汗毛都伤不到，他分明没有半点灵气。哟，精英怪的招数被团长一刀挡了，这表情绷不住了。逆风，就这，兄弟，你这本命飞剑攻击力还没后山那只蚁猪疼。兄弟，你这剑法套路太死，攻击前仰老长。可我们那儿你这么出招，第一天就被人教做人了。我的个首席大人，跟咱团长贴脸，你算是找错对象喽！尝尝爷的远程火球术。卑鄙，暗箭伤人。首席哥哥，光顾着喊打喊杀，也不看看脚下呀。我的灵气乱了，你们到底用的什么邪法？邪法？不呀，治病的、放火的、下毒的，在我们那儿，这都是最普通不过的本事。首席，就你这小身板还替天行道呢，回去多练2年再来吧。好得很，尔等邪魔的脸，我凌霄记下了。待我搬来宗中大能，定叫你们挫骨扬灰！哎，还跑，经验白送啊喂！刚说完别浪。浪是不能浪，不过这一战倒让我看明白一件事。说，他们的灵气护体听着玄乎，可在咱们的伤害数字面前，跟纸糊的没两样。他们一个境界要修几10年，咱们一发火球就破了。这世界的规矩跟咱们那套根本不在一个量级。翻译，就是咱们仨是来这儿带飞全场呗。前提是别把这条命做没了。连灵气都没有的炼气期，把太虚剑宗的外门首席打跑了。三位大侠，小的阿土给您几位送口水喝。哎，别过来！谁知道你是不是那剑宗派来的探子？不敢，小的就一散修，亲眼瞧几位把太虚剑宗的凌霄首席打得屁滚尿流，小的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你不怕我们是邪魔？凌霄那帮人才是邪魔，仗着名门，平日里没少欺压我们散修，抢灵石夺机缘，谁敢吭一声？但今天可算有人制止他们了。小弟弟，别跪着了，起来说话。你叫阿土。猫姐，一刀，这小孩看着怪可怜的，要不收了当个向导？咱仨两眼一抹黑，正缺个带路的。行，眼神清亮，不像坏人。而且呀，他怕咱们，更怕剑宗。这种小弟最忠心。几位大侠有所不知，咱们脚下这片天地唤作玄苍界，修行之人讲究吸纳灵气，洗炼己身，分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、化神5重境界，一重一重往上熬。熬？多久而已？快的3-5年破一境，慢的一辈子卡在炼气期。像小的我，苦修了8年才炼气3层。8年？3层？你这升级速度是把经验条焊上了吗？经验条？跟他解释不清。
这世界升级是真慢，难怪他们把修炼当饭吃。那这玄苍界谁说了算？自然是以太虚剑宗为首的几大名门正道。他们把握着灵脉，垄断功法，划地为王。我们这些没门没派的散修，连进城都要被盘剥，更别提什么出头之日了。就没人反抗？这帮名门也太霸道了！嗨，反抗？大侠，您是没见过那场面。人家筑基修士一个眼神，灵压压下来，咱们炼气期连站都站不稳。这就是境界，差一层天壤之别。境界压制是吧？等级差几级，伤害锐减那套？等级？他听不懂。阿土，那太虚剑宗到底有多强？何止是强，宗里高手如云。听说护犊长老是元婴期的大能，跺一跺脚，萌虫都得晃三晃。咱们这等蝼蚁，这辈子连人家山门都摸不着边。元婴期听着像个区域 BOSS， 行吧，记下了，以后碰上先绕道走。我懂了，这地方就是大公会垄断资源，卡着小号不让升级，散人玩家寸步难行。大侠说的好像就是这个理儿。哥哥们听明白了吧？这破地方规矩是死的，人是僵的，升级慢的像蜗牛。可咱们呢？咱们机制全保留，刷怪涨经验，杀人爆装备，对面还全是没见过世面的土著。这不就是个新手村里闯进来撒满级大佬？话别说太满，咱们等级是高，可这世界的高境界，咱们可还没碰过。摸清深浅前，专挑软柿子捏，攒经验，攒装备，攒灵石，稳扎稳打。对，先在这新手村好好发育，别浪。阿土，问你个正经事儿。大侠请讲，小的知无不言。这附近哪儿怪多好打，还没人管？那必须是后山深处啊，妖兽成群，凶得很。寻常散修根本不敢踏进去半步，去了就是送命。阿土啊，明天带哥哥姐姐去后山逛逛。魔法少女拉开，小奶猫奶我去拉怪。都给我站好了，雷电中。真香！这一片狼比刷副本还痛快。一照面就放倒了一群铁背苍狼，这可是能咬碎筑基修士法器的凶物啊！来活了，都别停，连着这波一块儿清。魔法少女管远的，近身的交给我。哥哥放心冲，奶量管足。骷髅，换一批，顶上去。你们发现没？这地方的怪又多又密，还送经验。可咱们那游戏，这妥妥是个隐藏刷怪点啊！爆了！蓝光是蓝装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！哎呦，这属性前期神器啊！尸体上明明什么都没有。三位大侠对着空气傻乐，莫非是中了邪？那个几位大侠，你们瞧见什么了吗？发了件好装备，怎么你看不见？小的真就只看见一片空地啊！看不见好，看不见说明这是咱们仨的专属福利。记住节奏，我先冲进去拉仇恨，卡住怪群。魔法少女永远站我身后的安全距离，放 AOE。小奶猫盯着我的血条奶，顺手控场。分工别乱，集火别散，这片山就是咱们的提款机。一下午仨人升了好几级。阿土，你们这儿最能熬的散修，3年能修到几层？
我认识一位老前辈，苦修了3年，才到炼气5层，已是十里八乡公认的天才了。3年5层啊！你猫姐和我刚才一下午长的，比人家3年还多。这地方的经验是真慷慨。1下午3年，这不对，这不科学，这不合道理啊！阿土，别钻牛角尖，你就记住一点，跟着我们，有肉吃，有装备傍身，再不用被那些名门欺负。跟着3位大侠，怎么不愿意？愿意！小的这条命，往后就是3位大侠的了。上刀山下火海，绝不含糊。哎呦，别动不动就跪，怪瘆人的。起来起来，帮我把这堆妖丹收背包。哦，对，你看不见，那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几位大侠，这些宝贝得拿去蒙冲镇的黑市，才能换成灵石傍身。不过那地方水可深了，3教9流，黑得很。几位大侠跟紧了，这蒙冲黑市灵石、妖丹、来路不明的法宝，什么都敢卖。咱们要换灵石，得找房主钱多多，他这一片说了算。哟，这不就是交易行加拍卖场吗？还挺热闹。灵石就是这世界的通货。哥哥，咱们背包里那堆垃圾，怕是要让这帮人开开眼了。上品聚灵石、淬体丹，刚到的妖兽内胆，走过路过别错过嘞！就这成色也敢叫上品？一刀，你看这品质。哎，这位道友，您懂不懂货？这可是炼气期梦寐以求的。懂，太懂了。走吧，哥哥们，正主在前头。阿土啊，又带客人来。哼，丑话说前头，咱多宝阁只收好货。这个收不收？这品阶，这凝练的灵纹，老夫走南闯北4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精纯的护腕，这是何方大能炼制的？不对，这灵纹的走向闻所未闻，这材质也绝非玄苍界任何一种妖兽的骨骨。3位道友，恕老夫斗胆，这等神物究竟出自何处？后山一头苍狼身上掉的。后山的苍狼，那等凶物身上能掉出这个？玄狼护腕蓝，灵石值800。一刀，系统说值800灵石。这奸商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狠狠宰。三位爷，这些妖丹材料成色俱是上品，老夫这就给您估价。痛快点，灵石结清。三位爷，您这一堆护腕800，妖丹材料老夫给个10成价，统共1500。您看，前房主，光这护腕，你方才那眼神可不只值800。1500，打发叫花子呢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2000，那就2500。您几位头回照顾生意，老夫认了。3200，不二价。成交，3位爷往后可得常来啊。3200，咱们第一桶金到手了。3位爷神通广大，往后若还有这等好货，尽管来寻老夫，老夫给您最公道的价。这3个活宝库来路绝对不简单，可这泼天的富贵，老夫说什么也得攥住了。前房主这么上道，那咱们就常来了。3200，有这玩意儿傍身，咱们在这蒙行总算能挺直腰板了。猫姐，回头咱多刷点装备，把这老钱的家底都掏空。掏空我家底儿？老夫怎么听着这话，又像是天大的福，又像是天大的祸。大侠，3200灵石，够在蒙冲买座小院子了。小的活了16年，头回见这么多灵石。
上回是本首席轻敌，今日数十同门在此，皆天罡剑阵，邪魔受首吧！又是你，兄弟，你这记吃不记打的毛病真得改。人是来了不少，可惜啊，还是脆。一刀，老规矩。哥哥，这次留俩活口，让他们回去多替咱仨宣传宣传威名。猫姐，你这心思绝了，免费打广告是吧？老规矩，我进去拉仇恨，你管放猫丁场。这阵还挺唬人。邪魔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敢谈笑风生？众弟子结阵杀！都挤一块儿了，谢谢配合。雷电术，骷髅上，哥哥们加个状态。别恋战，把口子撕开吓退就行，别真要人命。咱们要的是名声，不是血债。听见没？都给我留口气，乖乖滚回去报信儿。爽！这一波团战打的比攻杀还过瘾。数十名外门弟子，森严的天罡剑阵，在三位大侠面前，竟跟纸糊的一样，一冲就垮。小的这辈子，怕是再也回不去从前那种提心吊胆的苦日子了。怎么会？数十同门的天罡剑阵，名门真传的阵法，竟连半炷香都不撑不住，这绝不可能！兄弟，不是阵法不行，是你们压根不懂机轰和仇恨。几十把剑明明能攥成一个拳头，你们偏要一盘散沙，各捅各的。该护的人没人护，该切的后排满场乱跑，这不叫剑阵，这叫给我们排着队送人头。首席，要不你再回去搬一批，反正你们宗人多，经验管够，多多益善。你们等着，这口气我凌霄无论如何咽不下去，早晚有你们好看。这事绝没完！三个练气气模样的，把太虚剑宗的外门整个打崩了。记住那杆刀，还有那俩，往后这盟众怕是要变天了。我都看清了，那扛刀的一刀荡开整座剑尘，那法师一道雷劈翻一片，还有那姑娘笑眯眯的，最是吓人。练气气的修为，化神的手段，他们到底是什么来路？这世道，怕是真要被这三个人搅出一番天翻地覆来。这股不属于灵气的气息，有意思。大侠，不得了了！大宋城外那一仗，整个萌宠都传开了，这都是来求见三位的。哟，有来拜师的，有来结交的。咦，这还有个战书的，不知死活。也有来探底的。哥哥，你看这座词，客客气气，字里行间全是打听咱们深浅。来探的来采的，什么人都有。正常，木秀于林。哟，这张讲究啊，撒金烟还熏了香。久仰三位道友神威，城东龙刘府略备薄酒。一刀，去不去？说不定有好处捞。刘府，阿土，这家什么来头？刘府是盟众的地头蛇，专放灵石高利贷的。毛姐千万别去，这是想拉拢几位当打手呢。瞧，又一个来探底兼拉拢的。哥哥们，咱们如今是块香饽饽，可这饽饽谁都想咬一口，所以更得稳住。来者不拒，谁都不靠，咱们只信自己人。热闹归热闹，咱们得拎清楚。眼下3件事，按老规矩排：一，继续刷怪，把等级和装备堆上去，这是立身的本钱。2，攒灵石，铺人脉，把盟众这块地盘务熟，至少有个落脚的地方。 3，搞清这破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还有最要紧的，
咱们仨到底还回不回得去？但别忘了那条命，能横着走是因为对面弱，可只要死一个，这局就崩。稳着来。那个几位大侠，小的还听这个风声，太虚剑宗似乎在暗中查你们的底细。查呗，查明白了，也就知道惹不起了。这事儿不能全当玩笑。哥哥，咱们能打，是占了对面不懂咱们机制的便宜。可一旦他们摸清了路数，再来个境界够高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才说稳。咱们一边刷怪升级，一边盯着风声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拉跑号，绝不把命搭进去。对，保命要紧。我这蜕皮，可不想英年早逝在这破地方里。所以从今天起，刷怪归刷怪，咱们也得留心打听这玄苍界的真正高手到底强到什么地步，知己知彼，才好拿捏分寸。就这么定，发育攒钱探路，三管齐下，一步一步来，谁也别落。长老，凌霄首席禀报，这3名邪修已左道妖法2度灼穿外门。宗中已有人提议调动内门，格杀勿论。格杀？你可看清楚了，这股力量不像邪法。长老的意思是？你看，他们出手有章有法，进退如臂使指，每一招都自成体系，绝非邪魔那般戾气外泄，反噬己身。这是一套老夫闻所未闻的法门。传令下去，不必妄动。这3人来历不明，急不得。老夫要先看明白。可凌霄首席那边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由他去，一个连对手深浅都看不清，只知一位喊打喊杀的后辈，成不了气候。倒是这3人，他们的力量根本不在我玄苍界的体系之内。魔法少女，左边那群飞的交给你。小奶猫丁血扑骷髅。收到。流星火雨。蹭，又3级，这升级速度搁咱们那游戏得是开了3倍经验券啊！34级了，大侠们今早还是31，这才半天。哟，来了头大的，血厚，经验肯定也厚，一刀拉住他，来得正好，野蛮冲撞。哥哥扛住，奶你了！骷髅，上去磨他后腿。够久了没？我大的要来喽！雷电术接火球术连招。四阶妖王说杀就杀了，小的我是在做梦吧？老夫在这猎场苦熬20载，才将炼气9层，卡在筑基门槛动弹不得。他们这是半日之功。老前辈，您是没见着更邪门的。我家几位大侠从炼气到如今这身手，统共也没几天。几天？修行一途，逆水行舟，一境之隔便是天堑，怎可能几天？这不合天道，这不合天道啊！大爷，天道不天道我不懂，反正怪好打经验后，多杀几只就上去了。你也试试。造孽，老天无眼！我这20年，竟不如人家半日。今天进账不错，我的召唤骷髅升到5级了，一次能召8只，还能扛上一会儿。我的火术也升阶了，伤害直接翻1截，这要回去 PK， 谁顶得住啊？稳，照这速度，没多久咱们就能去碰碰那些筑基金丹了。不过，还是那句话，别乐，先看清楚再上。说起来，几位大侠近来风头太盛，小的听着外头风声越来越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桩事儿，
听说万妖岭那边正道又在大举清剿半妖了，闹得凶得很。哼，清剿半妖，正道的手伸得倒长。半妖也是一条命，哼！正道天天把替天行道挂嘴上，背地里干的未必比谁干净。是啊，咱们被他们叫邪魔，那些半妖被叫妖孽，说到底不过是不合他们规矩的，都该死。得了，你俩又上价值。万妖岭108000里，咱操心不着。我就关心明天哪个场子怪最肥。就你心大啊！行，明天换个新场子。阿土说东边有片更高阶的妖林。哟，掉了件灰的，系统标的可分解材料，品阶太低，留着占背包，拆了吧。住手啊，毛姐，那是法宝，是法宝啊！多少修士求都求不来的法宝，你可千万别拆啊！至于吗？几位大侠，这是一件灵器啊！您看这上头的灵纹，虽不算顶尖，可寻常散修拼了命也未必摸得着一件，怎能说拆就拆？阿土，你是没看见它的词条？你瞅瞅，哼，加成稀碎，属性还互相冲突，这种灵器叫垃圾词条，分解了换材料。比留着强。垃圾？您管这做垃圾？小的听着心口都在滴血。就是，这破玩意儿留着干嘛？占背包格子。毛姐，拆。分解完成。行了，别一惊一乍的。在我们那套规矩里，装备分3、6、9等，不合用的拆了回炉，换成有用的，天经地义。你慢慢就习惯了。小的怕是这辈子都习惯不了。几位大侠随手一拆，拆掉的可都是旁人做梦都求不来的造化呀！拆了吧。分解完成，获得寒铁2块。那是一柄巨符箓剑啊！就这么分了？暴殄天物，暴殄天物啊！老夫求一件趁手的法器，求了10年，咱们当柴火拆？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回国日子的，这点破烂，攒材料强化装备，它不香吗？这俩也是垃圾符销，拆。一口气拆了3件灵器，造孽呀！那可是巨灵符剑，玄甲护手。几位大侠有所不知，在玄苍界，一件趁手的灵器，往往是修士安身立命的根本。多少人穷尽一生，就为求一件合适的法器。您几位这般当众拆解，在他们眼里，跟把金山银山当土疙瘩刨了没两样。难怪一个个跟死了爹娘似的，可这能怪我们吗？谁让他们的金山在系统眼里就是堆待分解材料呢？小的现在闭着眼，都能听见这满街修士的心碎了一地的声音。手感更扎实了。行，这趟没白来。这才对嘛！同样的东西，在他们手里是供着的祖宗，在咱们手里是越用越顺的工具，高下立判。瞧见没，各位，这才叫物尽其用。你们守着一堆破死妖当宝贝，我们攒材料越打越强，差距就是这么一点点拉开的。挥火令泄出粪土，这3个邪魔到底从哪来的底气？我得赶紧回禀师兄。这3个冤大头有宝不识货，挥金如土，咱们设个局，准能从他们身上狠狠宰一笔。3位道友既有真本事，不如上台赌斗一场，立个字据，输的压上灵石，也好让我等开开眼界。赌斗行啊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一刀，这把我上，我单挑。就这，这字据里80%藏着生死无论的扣子，输了讹咱们灵石，咱要赢了，他还能赖账。不过我上去一通乱炸，他们炸不炸的都得趴下。放心吧，猫姐，这种小场面我闭着眼都赢。去吧去吧，记着站远点，别浪。怕啥？脆皮归脆皮，咱站得远，他够不着我。看我的！台上这位道友报上名号，在下魔法少女。魔法少女，哪来的糙汉子起这么个名儿？就这名好，还赌斗？我看是来卖艺逗乐的吧？笑！你们再笑一个试试！这名号怎么了？
这名号是有传承的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！哪个仙门会给弟子起这名号？魔法少女？你咋不叫仙女下凡呢？少女，你怎么跳一段啊？魔法盾。好啊，明着斗不过还来阴的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让你们笑流星火雨！看清楚了，这就是魔法少女，全服伤害第一。怎么样，还笑吗？流星火雨，那名号听着滑稽，手段却如此恐怖，往后谁还敢拿这名号取笑？大侠饶命，是小的有眼无珠，这赌斗不赌了，不赌了！一刀，毛姐，看见没？我刚才超级帅吧？名号一出来那3秒，我脚趾抠出31股。帅，太帅了！社死和高光，你一个人全占了。哥哥，方才那字据写的明白，输了压0食是吧？签了的赌约可不行赖账哦。给，都给，小的再不敢设局坑人了。你看，社死归社死，钱可一分没少赚。这波叫名利双收。行吧，名你是没要着，倒把0食挣了。走了，再待下去，我怕你又当众报一次名号。我这名号怎么了？你们是没见过他当年在攻杀战场上？是，威风，全服第一威风。走啦，威风的少女哥。法师太凶，倒是那奶妈看着软，先拿她开刀。你们先去哦，我去买点药材。哟，这不是那3个邪魔里的小奶猫吗？怎么没了那俩护着，一个人乱跑？几位哥哥是要找我玩吗？听说你是个只会奶人的软脚虾，没什么攻身的本事，正好跟哥哥们切磋切磋，把你身上那些宝贝交出来，今儿就饶你。大哥，这小娘们细皮嫩肉的，别急着动手，先……几位哥哥，话别说太满，我这人吧，最不爱听的就是软脚虾3个字。哟，还恼了？一个奶妈能翻出什么老话？那哥哥们，要不先尝尝我的见面礼？丁，施毒术3连生效，目标同时中麻毒、腐毒、乱气毒。你不是只会奶人吗？我的灵气，我的腿！召唤骷髅8只，目标全数压制。我的腿没知觉了，大哥，这奶妈是个魔鬼啊！姑奶奶饶命，我们有眼无珠，冲撞了贵人，这就走，再不敢出现在你面前。急什么？这3种毒进了5脏，没我的解药，3日之内5脏俱焚。哥哥们，要不要这解药呀？要！姑奶奶您说什么，我们都听。哥哥方才说我是软脚虾来着。我错了，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是小的瞎了狗眼，求您解毒。解毒呀，可以，不过下回再想欺负看着软的人之前，可得先掂量掂量，他是真软还是装的。你到底是人是鬼？我呀，就是你们口中那个只会奶人的软脚虾。哥哥，你大概不知道，在我们那套规矩里，奶妈这一行续命、放毒、照兵隐身一样不落，单挑谁都不许。哼。你们这些只会仗势欺人的，在我眼里最是好捏。猫姐，这都解决了？哎呀，我什么都没做呀，这几位哥哥自己切磋着，就自己倒下了呢。倒的，一排骷髅按着自己倒的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咱仨里最不能惹的，根本不是我这核弹，是这位笑眯眯的奶妈。当年开黑就这样，看着最软的那个，往往心最黑，手最稳。罢了，反正是自己人，瘆得慌也得护着。几位哥哥，毒我给留了3分余地，回去歇几天就好了。记着，替我跟你们那些同门带句话，以后看见笑眯眯的，离远点。谢姑奶奶不杀之恩，再不敢了。猫姐，你下手是不是稍微狠了那么一点点？狠吗？我可是奶妈呀。咱们现在单打独斗是够横，可这世界规矩多，势力杂，光咱仨撑不起一摊事儿。我寻思拉点人头，
开个工会。工会好啊，招小弟占地盘打团战，跟以前咱们攻杀那会儿一样，拉一帮兄弟威风。有个会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还能名正言顺的圈块地，我赞成。而且啊，工会能升级，招的人越多，占的地越大，等级越高，还能解锁各种功能。咱们当年攻杀，靠的就是把工会经营的风生水起。正是，咱仨再能打也是3个人，可有了钢会，就是一股势力，在这世界站稳脚，靠的不是拳头硬，是根基深。再说了，咱们如今树大招风，剑宗的悬赏还挂着呢，散兵游勇，迟早被人个个击破，攥成一股绳，才有底气跟那些宗门掰手腕。对，人多势众，招他一堆帮手，看谁还敢欺负咱们。行会是什么？小的从没听过这词儿。就是一帮人扎一块儿，有会长有成员，一起刷怪，一起打架，一起分钱。小的懂了，您几位这是要开宗立派当掌门啊？好像也对。成，入乡随俗，在这儿行回就叫宗门，会长就叫掌门，那这宗门叫什么名号？必须霸气，叫全服无敌战神殿。少女哥，你这取名水平还停留在10年前的网游。要叫青云堂、万宝阁，听着体面些。土，比我那个还土。都别吵，叫屠龙堂吧。这把刀是咱们从那边带过来的根，屠龙堂，咱们的堂就以它为名。屠龙堂，好名字，听着就霸气。工会屠龙堂已创建，等级 LV1，会长一刀流。小的能入堂吗？小的什么都干，跑腿、打杂、看家，样样在行。你早就是自己人了。屠龙堂首位堂众，阿图，记你头一个。往后啊，阿图你就是开堂元老，等屠龙堂做大了，你就是堂里资历最老的那位，多少后来人都得喊你一声阿土前辈。前辈，小的何德何能？哎呦，你就受着吧，跟着咱们屠龙堂，往后有的是你扬眉吐气的日子。小的阿土今日入屠龙堂，此生此世誓死追随3位堂主。行了，又来，先别急着发誓，咱这堂眼下还就1间客栈雅室呢，得赶紧弄块地盘才像话。记住，今天屠龙堂眼下是间雅间，4个人，可总有一天，咱们要让这面旗插遍玄苍界的每一处地盘，让所有被名门踩在脚下的散修都有个能直起腰的家。会长这话提气，这屠龙堂的第1块招牌就从今天正式挂起来了。小的信，打小被人欺到大，被名门的狗腿子呼来喝去，连口干净饭都吃不上，头一回觉得腰杆能挺直了。小的这条命就赌在屠龙堂了。工会升级需占据一处据点，据点后山深处倒有一座废弃洞府，只是那里头盘踞着一头高阶妖王，凶名在外，散修避之不及。5阶妖王，这比之前那头西王还凶啊！几位大侠，要不咱还是撤吧。越级 BOSS 血厚皮糙，伤害高，爆率肯定也高。兄弟们，这据点今天就是咱们的了。越级打，一刀你清醒点啊！他一爪子下来，我直接灰飞烟灭。怕什么？有我呢，哥哥扛着，少女远点放，我奶住磨他血。越级嘛，咱们又不是头一回，稳着打，耗死。看见没？他每隔一阵会原地狂暴，那是爆发期，躲远点。狂暴一过，有段力竭的硬直，那是咱们的输出窗口。摸清他的循环，他就是头送经验的活畜子。你说的轻巧，行吧，反正有猫姐奶着，这要搁咱那游戏，越级5阶，至少得一个满编团才敢泡，所以才好玩呀。3个人干1个团的活，爆出来的好东西还不用跟一大堆人分。叮，刺杀剑法格挡，宿主生命拉回70%。他的尾扫有前摇，看我手势躲。魔法少女别停手，别出声。小奶猫骷髅顶住他左爪。我躲。火球术，火枪，他怎么这么肉啊？血条跟焊住了一样。持续灼烧，将血量缓慢下降。耐心，越级怪比的就是谁先扛不住。他每狂暴一轮，我都奶得回来，可他掉的血补不回去。紫装，紫的，咱们头一件紫装，我这条小命总算没白搭进去。品相不错，哥哥，这甲你穿正合适，往后扛 BOSS 更稳了。30%体魄加成，12%减伤，好东西啊！一刀你这下更肉了，往后越级 BOSS 随便扛。有这件紫甲打底，咱们能挑战的越级怪又能上一个档次，刷怪爆装变强，再刷更高的怪，这雪球越滚越大。几位大侠，你们对着空气傻乐的样子，小的是真看不懂。可这5阶妖王是实打实倒下了，小的服了。
感觉还不错。这世上的道理，到你们这儿全得重写。这洞府不错，易守难攻。阿图，把屠龙堂的旗子插上。哼，邪魔又升级了。这回本首席请来了2位筑基师兄，看你们还怎么猖狂！今日有2位师兄出手，定叫他们形神俱灭。哼，不过3个炼气期的散修，师弟也太小题大做，这等货色，何须我2人？又来俩，兄弟，你这搬救兵的瘾是真大。上回数10个外门，这回换2个筑基，下回是不是该搬金丹了？哈哈，金丹，首席你可长点心吧！再这么搬下去，整个太虚剑宗都得被你搬空喽！闭嘴，邪魔！2位师兄，莫与这些跳梁小丑废话，速速将他们拿下，押回宗中明正典刑。减伤生效，宿主仅受轻微损伤。筑基是比外门硬点儿，可惜我换庄庄了。轮到我了，吃我一套连招，冰咆哮定身，流星火雨洗地。冰咆哮命中，目标减速冻结。冰流星火雨范围覆盖，护体灵气告破。2位师兄别急着走呀，我的毒还没进过呢。冰湿毒术3连生效，目标气血逆乱，灵力滞涩。冰半月耳弯刀扇形命中。破阵，目标双击冲破。筑基中期，在我们那儿，这点血量，这点出，也就刚够当个会动的木桩。就是费这么大劲搬来的师兄，结果还没那5阶妖王扛揍。首席，你这眼光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堂堂筑基中期，竟被3个炼气期压着打，不可能，连师兄都……林霄，你说的几个炼气期散中，就是这，害得我2人颜面尽失。师兄息怒，弟子也没料到他们竟邪门至此。今日是我2人轻敌，凌霄。此事没完！你既惹下这等祸患，便自己去向上头交代，莫要再来烦我。我2人丢不起这个人。哎呦，师兄都不要你啦！首席，你这借来的兵可是越借越没面啊！哈哈，首席，你这回连师兄都赔进去了，要不要我送你们一程？经验我可不嫌弃。算了，留他一条命，死了多可惜。他这块打脸定时势，咱们往后还得留着，隔3差5，乐呵呢。猫姐说的对。跑得了今天，跑不了下回，咱们就把这位首席当个长期饭票，慢慢玩。外门不行，师兄也不行，既如此，我便去求内位，只要请得动宗中那尊大能，何愁尔等不死？长老在上，弟子凌霄，愿献上那3名天外邪魔的全部底细，只求长老出手，为我太虚剑宗铲除此患。3位爷，您这又是一整批顶尖货啊！老夫这多宝阁开了几10年，进出的灵石加起来都没这半月多。老规矩，市价8折出货，灵石元宝结清，卖不动的你慢慢消化。老钱啊，跟着我们干！你这破铺子迟早开成玄苍界第1大商号，偷着乐吧你！乐，老夫乐。这泼天的富贵砸下来，老夫一边数钱数到手软，一边夜夜睡不着觉，就怕哪天连这条老命也搭进去。钱府主，你也别成天提心吊胆的，跟着我们。只要你账目干净，嘴巴严实，富贵保你享，麻烦我们扛。哎呦，3位爷这话，老夫这心里就踏实多了。您几位放心，老夫别的本事没有，藏货、销赃、打探消息，样样在行。蒙众这1亩3分地儿，就没有老夫打听不到的事儿。哦，消息也能打听，那正好。往后蒙众的风吹草动，你多留个心，及时递给我们。包在老夫身上。交易清算，屠龙堂金库加灵石乘26000，元宝乘1。好家伙，金库直接破26000！照这进账速度，咱们买地招人的钱绰绰有余啊！灵石走明账，买地皮治产业，元宝走系统，强化装备，升级工会，2条线分开，谁也不耽误谁。钱房主这条销路得长长久久攥紧了。3位爷明鉴，老夫这条命，这间铺子往后就跟屠龙堂拴一块了。只是您几位树大招风，万一哪天惹恼了哪尊大神，老夫这小庙……放心，跟着屠龙堂，亏不了你，也少不了你的安生。老夫信得过3位爷。对了，钱房主，近来蒙众可有什么大动静？比如太虚剑宗那边？3位爷还真问着了。老夫昨儿听着风声，剑宗那位凌霄首席连吃几回鳖，竟跑去求宗里的大长老了。具体哪位不清楚，可能让首席去求的，必是了不得的人物。您几位可得当心着点。大长老，知道了。能让首席低头去求的，多半是位境界极高的老怪。这消息值，记你一功。都麻利点儿！
东边那片洞窟收拾出来做库房，西边搭演武场，咱屠龙堂的家底从今儿起一点一点攒起来。有点样子了。临时反哺地盘，地盘招来人手，人手再去刷怪生钱，这循环转起来了。等咱把这据点扩成一座城，老子也算在异界有房有地的人了。人多了是好事，也是隐患。哥哥，新来的这批得留个心眼筛一筛，三教九流混进来，难保没有别家的眼线。阿土，登记的时候多问几句来历，衍生的、问不清的，单独记下来。哎，小的记下了。他们时常对着空处指指点点，似在操弄某种物事，其力非灵气，深不可测。得把这些原原本真回禀上头。查清楚了，很好，把屠龙堂的底细递到该地的人手里。听说了吗？屠龙堂3位常驻把太虚剑宗的外门打崩了，连筑基师兄都不是对手。我就是名门当牛做马辈子，不如投屠龙堂。听说他们论功行赏，不看出身。排队，都有份儿。咱屠龙堂啊，只要你肯出力，凭本事吃饭。是，我有一身练习的手艺，能进屠龙堂不？有手艺好啊，咱堂正缺会练起的。登记。还有我虽修为低，可识得百草会调灵药，都要。咱屠龙堂海纳百川，不管你修为真本事，肯不肯卖力气。咱们现在可是盟众一霸了，来头的人都快把门槛踏破了，爽不爽？爽是爽，可哥哥们，你们没察觉吗？这半个月盯着咱们的眼睛越来越多了，各大势力的探子混在投奔的人里，明里暗里的查咱们的底。我也注意到了，咱们升得太快太扎眼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尤其是太虚剑宗，2次3番栽在咱们手里，他们高层绝不会咽下这口气，怕是要动真格的了。真格的有多真？比凌霄、比筑基师兄更难缠的那种。所以咱们得2手准备，一手继续猛刷攒装备、升等级、囤底牌，另一手把据点的防务打起来。万一名门动手，不能让人一锅端。还有最关键的，咱们的命门是只有一条命，真碰上境界碾压的，打不过。第一要务是保命，不是逞强，这一条谁都不许忘。记着呢。我这脆皮第一个不逞强，可万一真来个咱们打不过，又跑不掉的呢？诸位长老明鉴，这3名天外邪魔，照骷髅纵妖火，以邪术蛊惑散修，如今竟立起屠龙堂，招兵买马，割据一方。再不剿灭，必成我玄苍界心腹大患啊！放肆！区邪修，竟敢在我太虚剑宗眼皮底下做大，传我之令！不必动用大军。这3人的来历与手段，老夫观察已久，越看越是费解。既然宗中容不下他们，又人人都说他们是邪魔，那便由老夫亲自走一趟。长老亲自出手，是否太抬举这个散修了？老夫执掌护道一脉100年，何曾为区散修动过身？正因这3人让老夫看不透，看不透的东西最危险，也最有意思。你们看，他们出手没有半分修真者的影子，可招招都暗合某种森严的法度。这世上竟还有一套游离于天地灵气之外的力量体系。老夫钻研了一辈子大道，岂能错过？长老的意思，这力量来历非凡，是不是抬举？见了便知。老夫倒要看看这力量究竟是邪是正。还是另一片天地的东西也好。这玄苍界沉闷了太久，老夫倒要亲自会一会他们，看看是福是祸。是太虚剑宗的护道长老玄苍真人，元婴期的大能，长老亲自下山，蒙仇要出大事了。邪魔，这回看你们爱怎么嚣张！元婴长老一出手，碾死你们，跟碾死3只蝼蚁有何区别？屠龙堂，连堂号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气性。这3人究竟是误闯玄苍界的祸患，还是老夫等了100年的那个变数？真人，请。是太虚剑宗的护道长老玄苍真人，元婴期的大能，长老亲自下山，蒙仇要出大事了。邪魔，这回看你们爱怎么嚣张！元婴长老一出手，碾死你们，跟碾死3只蝼蚁有何区别？屠龙堂，连堂号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气性。
这三人究竟是误闯玄苍界的祸患，还是老夫等了100年的那个变数？真人，请。一刀，系统都报警了，这老头跟之前那些不一样，这压迫感比5阶妖王还吓人。这才是这世界真正的高境界。元婴期硬刚，咱们没胜算。这个不好硬刚，哥哥们提起12分精神，他要真想杀我们，刚才那一步踏进城，恐怕就已经动手了。可他没有。没有？那他想干嘛？不知道，但越是这样，越得小心。听我安排，等会儿不管他出什么招，谁都不许先动手。他要是试探，咱们就接，但留3分力，留退力。他要真下杀手，立刻按预案拉、跑、耗，往据点后山的密林撤。那地方地形复杂，元婴也未必追得上。我提前在4周布好引渡和骷髅，真要跑，能给咱们争2戏。少女，你贴着我，别逞能，更别落单。都保命，绝不落。长老，就是他们。您看这屠龙堂邪修盘踞7号招摇，还请长老降下雷霆，替天行道。林霄说你们是邪魔，可老夫看了许久，你们身上那股力量，瞧着却不大像寻常邪修的路数，自成一体，不在我玄苍界5重境界之内。是邪是正，老夫一时竟也瞧不分清。前辈好眼力，我们不是邪魔，只是来自一个和这里不太一样的地方。不一样的地方，你倒坦诚。可坦诚未必是真。老夫活了这把年纪，听过的谎话比你们见过的修士还多。前辈既不信，又何必千里下山亲自来问？你要真当我们是该杀的邪魔，方才进城那一刻就该出手了，何必走到这堂前跟我们费这许多口舌？好一张利嘴，好一双慧眼，丫头，你倒是看得明白。可看得明白，不代表躲得过去。是邪是正，是人是怪，空口说不清，那便让老夫亲手验一验。老夫倒要看看尔等所谓的等级，在这元婴一掌之下，到底能不能接得住？接得住，老夫与你们论道；接不住，那就别怪老夫替天行道了。小心，散开！我满级火球，连他一脚都没掀动。骷髅，拦住他！输出锐减，召唤秒消，这就是元婴。硬刚是死路。等级差太大，伤害判定直接锁死。咱们那套数值碾压，在他面前全失灵了。骷髅召出来就秒，毒也未必喂得进他的护体气机。输出没用，召唤没用，毒也没用。有用的还剩一样，脑子。数值拼不过，就拼操作，拼地形，拼他不肯下重手这一点。都给我冷静！好家伙，隔着层甲一掌取我小半条命，这要实打实挨上。就这点手段，我还以为能让凌霄3番2次受伤的人会有何等的神通。都听我的，正面刚不过，那就别刚，拉开绕耗，把咱们刷乐器 BOSS 那头搬出来。早该跑了，我这火球挠痒痒都算不上。他护体气机是被动的，正面没破绽，可他出手有间隔，每一掌之间总有半息的空档，抓住那半息就能跑。往后山密林退，那边地形碎，他施展不开。那就用最笨的办法，耗！他总不能一直追着咱们撒满山跑，拉开距离，先保住命，再等他露破绽。破绽？人家一掌拍碎一堵墙，怎么等得到破绽？人还在不在啊？有意思，明知不敌，不溃不乱，竟还能借地形与老夫周旋。这等章法不像亡命之徒，倒像久经沙场的宿将。
这老头追得不紧不慢的，跟遛狗似的，他到底想干嘛？别管，活着出去再说。我这辈子没这么狼狈过，满记号被人当小怪追，憋屈。憋屈也得忍，记住今天这感觉，这世界比咱们想的深得多。再敢飘，下回死的就是自己。不对，以他的速度，早该追进来了。可他停在外头不追了，你们发现没？他这一路根本没用全力。他不是杀不了我们，是不想急着杀。跑！光跑不是办法，那老东西的脚重咱们甩不掉，换个大法借刀杀人。魔法少女，去把东边那群三阶妖兽引过来，引他们现身挡住他，咱们趁机脱身。哦，拉怪卡竟有是吧？这我熟，看我的！火球术激怒目标群，仇恨转移。借妖群拖延老夫，哼，倒是机灵。别恋战，他震散妖群要于顺，趁这功夫撤到那片乱石阵去。小奶毛，路上把障碍铺起来。明白，这地形我看好了，乱石多，缝隙窄，正好层层设卡。他表情都变了，是不是被咱们吓到了？丁，施毒术铺设毒障，召唤骷髅列阵城墙，灵魂火符封锁路径。前辈，慢走呀！这一层毒，一层蛊，一层符，您老一层层破过来，咱们也好多争两席。毒障迟滞，蛊墙挡路，符局乱我神识，一环扣一环，环环都算准了老夫破阵的功夫。追啊追啊，倒是追上来啊！哈哈，原来元婴也有干瞪眼的时候。老夫纵横玄苍界数百年，自问见多识广，今日却被3个练气期的散修用这般闻所未闻的法子，活活拖住了脚步。这不是邪术，是一套完整的战阵之法。他们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？以弱搏强，竟能搏出这般章法，拉怪设障，袭扰轮替，每一步都精准的不像临阵起义，倒像是演练过千百遍的乘法。这力量，这战法究竟出自何方？老夫越看越不信他们是邪魔。邪魔逞凶斗狠，戾气外泄，哪有这般章法森严，进退有度？他不追了，不对劲，这老头越来越不像是要杀我们，倒像是在看戏。这种看不透心思的对手最麻烦。都听着，别松劲！这老头既然不肯下死手，咱们就跟他磨到他失去耐心，磨到天黑。天一黑，地形优势更大，咱们就能彻底甩开他。哎，对，熬到天黑，论狗，我最在行。少贫，专心放你的风筝，别又叫余波扫着了。咱们如今可经不起谁掉一滴血。警告：宿主生命值减少，状态濒死。我血瓶，这不是开玩笑的血瓶，是真要没命的那种血瓶啊！这里的死亡是真的，没有毒草，没有复活，那条红线再往下一分，魔法少女就真的没了。我不想死啊！我血皮了，是真的会死的那种。一刀，猫姐，要不咱们分头跑，他追不过来3个。放屁！谁都不许丢下！到这份上了，越是慌，越是死。救上了，别动，给我稳住。治愈术生效，宿主魔法少女生命回升。猫姐，你又救了我一命，这条命又算你的。少废话，都什么时候了还贫嘴？猫姐能救你1次，救不了你第2次。你这血皮经不起第2下。知道了，我这不是缓解一下紧张吗？紧张就对了，给我把这份紧张变成手上的准头。行，手别抖，气别乱，我是全服伤害第1的法师，不是被吓尿的怂包，我能行。这才对。你要真是个废物，当年攻杀我也不会带你。关键时刻，你从没掉过链子。魔法少女，别怂了，我跟猫姐给你撑住了。你不是全服伤害第1吗？是骡子是马，这会儿给我亮出来！少女哥，你最大的本事从来不是逃，安全距离我给你拉出来了，剩下的看你的。行，
老子今天就秀给你们看！窗口给你开好了，3息之内把你这辈子最狠的一发给我砸出去！够了，一发就够了！流星火雨，电雷电术，连招全开！丁，流星火雨加雷电术连携，范围覆盖，虽难破元婴护体，却成功封锁追击路径。残血濒死又能反手打出这般精准的封锁，这法师方才还怂如鼠辈，转眼便狠如风虎。这几人当真有趣。贪生怕死，却又能在绝境里爆发出这等狠劲与精准。这3人身上处处透着矛盾，又处处都让老夫越发想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来历。我刚才是不是又帅了一把？嘿嘿，怂归怂，关键时刻爷还是这条街最靓的仔。嘿嘿，就是这腿怎么还在抖啊？老头，冲我来！打不过还躲不过吗？魔法少女，接着放，吸引他！来呀来呀，看招看招！一刀这是给猫姐打掩护呢，苦了我了，又得在元婴眼皮子底下蹦跶。正面拼，咱们3个加起来都不够他一掌，可他再强也是一个人，一个人就有照顾不到的死角。隐身术生效，目标未察觉宿主接近，灵魂火符符局成阵，扰乱目标神识。施毒术毒物合围，封锁视野。符局乱我神识，毒物蔽我耳目。好一招声东击西！前面那2个吸引老夫，这丫头竟趁机绕到了老夫背后，布下了这等局。前辈得罪了，我们打不过您，可总能让您追得难受些。声东击西，避实击攻。这丫头是把老夫当成了一座要绕开的山，而非一个要硬汉的敌。难得，难得！丫头，出来吧！你的隐身瞒得过寻常修士，瞒不过老夫的神识。前辈好厉害，到底还是被您发现了。以弱搏强，避实击虚，明知不敌，仍敢绕到老夫身后布局。丫头，你的算计比你那2个同部的力量更可怕。前辈谬赞，我们就是3个想活命的普通人，被逼急了，什么招都使得出来。普通人可没有你们这身不属于灵气的本事，更没有这般临危不乱的心性。老夫纵横一生，自负看人极准，可你们3个，老夫看不透。前辈看不透，是因为我们本就不属于这里。您要杀要问，悉听尊便。但有一条，想动我们任何一个人，先过我这一关。对，要打一起打。我们仨从小一块长大，一个都不能少。重情重义，临危不乱，明知不敌仍敢护人，好得很。罢了，今日老夫不杀你们，今日便到此为止。我跟你们说，今天那一下我血条剩480呀！我感觉我半只脚都迈进鬼门关了，要不是猫姐那口奶。今天是侥幸，那老头要真想取我们性命，咱们仨一个都走不掉。是啊，咱们引以为傲的机制，在绝对的境界差面前被压得死死的。今天能活着回来，一半靠战术，一半靠他没动真正的杀心。那想想都害怕。以前在游戏里死了不就回城复活吗？眨眼的事儿。可今天我是真切的感觉到了死，那种再也回不来的死。所以咱们更得清醒，这不是游戏。掉了的血乃回来，可掉了的命乃不回来。这啥呀，猫姐，你还藏着这玩意儿呢？这是复活戒指，咱们仨穿过来，所有机制都还在，唯独复活那一栏是灰的，用不了。可这枚戒指，它能复活一次。复活戒指一次性道具，可使一名濒死或已死的队员即刻复活。使用后，戒指即刻销毁，永久消失。一次碎，也就是说，这是咱们仨最后的一条备用命。这么个小玩意儿，竟是咱们最后的保命符，那可得供起来，谁也不许碰。正因为它金贵，才更不能声张。要是让外人知道咱们手里有这么一张免死牌，反倒会被人算计，想方设法逼咱们提前耗掉它。所以这事儿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就这么定。这戒指的事儿，除了这间屋子烂在肚子里，便是阿土那边也不能透半个字。懂？这种保命的宝贝，越少人知道越安全。放心，打死我也把它烂在肚子里。还有一条，比保密更要紧，非到真正的生死关头，绝不动用。这是咱们压箱底的最后一排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就得一直好好藏着。我赞成，从今往后改打法。以前咱们是玩玩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可今天这一战给我提了个醒，这世界有的是咱们打不过的存在。每一战都得先算敌我，算退路，算最会坏的结果。莽是要命的，这条命太金贵，咱们赔不起。懂了，保命第一，装逼第二。那枚戒指，但愿这辈子咱们仨都用不上它，让它一直好好的待在猫姐那里。用不上是福气，可万一真有那么一天，到了非用不可的地步，哥哥们记住，这枚戒指只能救一个人一次。真到那时候，别犹豫，
也别争。堂主，不好了！玄苍真人没走，他在蒙冲城搭起了问道台，还放出话来，点名要请3位堂主去当面一谈。太虚剑宗的首席竟来求咱们魔道帮忙，传出去可不好听啊！少废话，那3个邪魔，连我宗护道长老都按兵不动，养寇为祸，我等不及了。只要你们助我除掉他们，这袋灵石是定金，事成之后另有重赏。除掉3个炼气期，这买卖好做。不过咱听说这3个炼气期可把你们剑宗的外门和筑基师兄都打趴下了，所以才要设伏，趁其不备以击毙命。届时就说是他们邪魔火喷脏水泼不到我太虚剑宗身上。妙啊！借刀杀人，嫁祸于人，首席这心思比咱魔道还黑。成交。玄苍长老，您舍不得动手，弟子帮您动。等这3个邪魔死在魔道手里，看您还如何护着他们。这本脏手，弟子替您破个干净。放心，咱们魔道办事向来干净利落，3个炼气期而已，瓮中捉鳖。有埋伏！阿图，带人蹲下别动，都躲我身后。丁宿主受到集火3800，冤交战甲子减伤生效。哪来的杂碎？偷袭算什么本事？冰咆哮，给我定住！这阵仗是冲着要命来的，哥哥们今天这架不好打，得分神护着人。阵型收紧，我顶最前，把火力都引到我身上。魔法少女手右翼，别让他们靠近阿土。小奶猫，骷髅卫兵把散修甲圈起来，谁都不许伤着。这帮孙子专挑软的捏！阿土，你们往里缩，缩死了！别露头！小的听堂主的。堂主，你何必为小的？自己人哪有不护的道理？魔法少女，火力给上去！小奶猫，攻击那个领头的！咱们速战速决！都给我挺住！咱们屠龙堂的人，今天一个都不能少！听见没？都给我站稳了！咱屠龙堂的字典里就没有弃子俩字儿。说得好，把他们打疼，打到再不敢偷袭咱们的人为止。咱们护的不是一个阿土，是整个屠龙堂的人心。邪魔会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散人舍身去挡致命一击，戾气深重，视人命如草芥的邪魔，怎会有这般情谊？老夫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看错了？算你们走运！告诉你们，万妖岭那帮半妖余孽近日闹得正凶，正道悬赏正紧，下一个倒霉的可未必是我们。尔等究竟从何而来？灵气非邪法非魔功，他们的力量自有一套森严的法度，运转之间毫无修真者的痕迹，却有精密的不可思议。这世上竟真有这样一套游离于天地灵气之外的力量体系。若说他们是邪魔，邪魔会舍身护一个素不相识的散修吗？会立堂收容那些被名门弃如敝履的可怜人吗？不会。老夫纵横玄苍界数百年，自负看人入骨，今日却头一回分析不下去了。力量来历成谜，行事自成一派，心性又远胜寻常修士。与其在这静屋里凭空揣度，不如亲眼去看看这3个让老夫越看越糊涂的家伙，在民间究竟是何等样人。眼见方为实。要不是屠龙堂收留，我这把老骨头早被名门的人当苦力使死了。3位堂主虽凶，可对咱们散修是真没得说。可不是嘛，论功行赏不看出身，真受了名门欺负，他们还真替你出头。这年头哪还有这样的好去处？所到之处皆是称颂，庇护散修主持公道。这般行径，可还有半分邪魔的影子？老夫枉活数百年，这邪魔2字，今日竟越念越没了底气。听说了吗？几条成家，3位堂主被魔道偷袭，宁可自己挨刀，也死活把咱们几个跑腿的散装护在身后。那位一刀堂主后背都被劈穿了，这般仗义，便是名门正派的大侠，也未必做得到啊。连舍身护人之事都已传遍街巷。邪魔2字，老夫是再说不出口了。可他们究竟是什么来路？老夫越发看不透了。老夫执着于灵气正统一辈子，自负正邪2字看得分明，今日却被这3个界外散修搅得心神不宁。
这正邪的界限，老夫竟要重新掂量了。长老，宗中强硬派一再催促，对那3名邪修是否即刻下达格杀令？格杀令压下，对外只说此3人来历不明，事关重大，需活戳审问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动手。活戳？长老，这宗中强硬派那边怕是交代不过去啊。照办即可，出了岔子，老夫一力承担。一头被尘封了万载的上古凶兽，他的名字怎会从那3个外来者口中如此随意地说出来？这绝不是巧合，这3人的来历只怕比老夫想的还要深不可测。这名字，老夫为何总觉得在何处听过？这3人与这远古之秘，难道当真有什么干系？前辈点名相邀，又屏退左右，孤身一人，不知是何用意？放心，今日老夫前来亮明4字：不杀，只问。不杀只问？上回你可是追着我们满山跑，差点把我送走啊！上回试探，老夫若真要取你们性命，便不会停手。如今老夫姑且信你们几分，你们不像凌霄口中那等滥杀的邪魔，可就是邪是正，老夫尚断不死。他孤身前来，不带一人，还自断退路，要么是真心，要么是有十足把握，料定我们动不了他。他要真想杀，犯不着这么麻烦。先听他说，但谁都别松懈，按昨晚说好的，留后手。行吧，可这老头昨天还想拍死我，今天就不杀只问，我这心啊还在嗓子眼吊着呢。实不相瞒，我们3人确实不是这玄苍界的人，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，因一场意外，连人带着这身本事一起被卷到了这里。至于这身力量的根底，恕我说言，我们自己也未必全然清楚。另一个世界，好，老夫不追问到底。每个人都有不愿与外人言说的根底，老夫懂。老夫修行数百载，自以为看遍了玄苍界的奇景，今日才知这天地之大，竟还有老夫做梦都想不到的界外之地。前辈，信我们。信，一个会为散修舍命的人说的话，老夫信70%，剩下3分留给时间去验。那前辈今日问败了，往后呢？往后太虚剑宗不再追剿你们独龙堂，你们也莫要在我建筑地界生乱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如何？前辈高应，这条我们应了。这世道看不惯你们的人多得很，往后行事多留几分余地。你们3人好生记着。多谢前辈提醒。我在这玄苍界数百年，今日倒是头一次对几个散修的兴趣。这位长老是个真正的明白人，咱们在这世界总算有了个能喘口气的缝隙。能少一个对手是好事，不过猫姐说的对，留几分心。他今天能放下成见，难保改日立场一变，又是另一番光景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位前辈，咱们敬着信着，但底牌还是攥在自己手里最稳妥。对了，近来城中不太平，有些不属于太虚剑宗的气息在暗中窥色你们。老夫劝你们行事多加小心，莫要轻易远行涉险。一个能放下身段对咱们交底又示警的元婴长老，哥哥们，这位是咱们在这世界最难得的一份善意。长老竟被妖法所惑，与邪魔同流合污，好得很。此处不行，我便去搬一尊连你也压得住的更大靠山。长老明鉴，玄苍长老非但不剿邪魔，反与那屠龙堂当众言和，把酒问道，长此往往，我太虚剑宗的脸面何存？正道威严何在？弟子斗胆，长老此举十分不妥。放肆！不过凌霄所言倒也并非全无道理。玄苍师弟近来行事确实古怪。长老明鉴，玄苍长老一意孤行，压下格杀令，私设问道台，分明是要将那屠龙堂养成大事。届时邪魔做大，谁能制止？弟子句句肺腑，绝无半分私心啊！此事老夫会在宗内提出。哼，玄宗是护道长老，也不容徇私。玄苍师弟乃护道长老，他既断定那3人非邪魔，必有其道理，岂能凭一个外门弟子的一面之词便定罪？非邪魔，赵骷髅纵妖火，割据一方，这还不算邪魔？我看是玄苍师弟年事已高，被迷了心智。你这是罔顾事实。前辈，那3个邪魔的底细，连同那秘境的消息，弟子都已备好。只要前辈肯出手，
届时神器到手，弟子分文不取。秘境神器有点意思，老夫接了。多谢前辈，只是连玄苍长老都奈何不了。前辈您规矩毛利，多手多脚。等秘境一开，乱中取势，不知不觉，到时便是神仙也救不得他们。好，有前辈在，看你们还能嚣张到几时？那帮名门自己斗，咱们正好发大财。这半个月，堂里人手翻了1倍，地盘也扩出去老远。堂主，如今咱屠龙堂在侧的弟兄已有200余号，演武场都快站不下了，连周边好几个小散修聚落都拖家带口的来求着归附，说什么也要进咱屠龙堂呢。归附的照单全收，但规矩得立严，来历不明的先放外围观察。名门眼下顾不上咱们，可这份太平是借来的，不是白来的，是好事。可名门的内斗迟早有个结果，趁这功夫，咱们能囤多少底牌就囤多少。树大招风。老夫提醒你们一句，有人正在勾连外来之物，欲对你们不利，今日万事小心。长楼特意传音示警，说明这外来之物分量不轻。那咋办？总不能干等着挨打吧？不，与其被动，不如主动出击。长老不是说有秘境的风声吗？里头有神器，咱们若能赶在那帮人前头，把神器和机缘攥到手里，实力再上一个台阶。届时不管来的是什么，咱们都有底气接。去秘境搏一把更厚的家底，总比在这干等着强。正是，危机往往也是转机。不如咱们先抢一手。外来之物勾连外援，看来有人不甘心了，要掀一场更大的浪。哥哥们，咱们这刚到手的安生日子，怕是长不了。玄苍师弟，你3番5次袒护那屠龙堂，究竟是何居心？莫非真被那邪魔妖法所惑？老夫亲自下场，与那3人交手，周旋暗访数日。那3人不修我玄苍界之灵气，其力却自成众议。他们非邪非魔，是老夫闻所未闻的正道。玄苍师弟，你可知你这一句非邪非魔，把整个宗门的颜面放在何处？颜面，真正失了颜面的是我等不分黑白，欲对一群侠者下手。师兄，错的不是他们，是我们这副高高在上、容不下别类的傲慢。老夫今日把话放这儿。谁若再不分清皂白，妄动刀兵，便是与老夫为难。经此一回，咱们在这地方总算是站稳脚跟了。等级、装备、地盘、人手，该有的都有了。那下一步呢？总不能一直在后山刷小怪吧？我这身手得找个更带劲的地方练练。我听前房主放出的风声，传说玄苍界有几处隐世秘境，里面藏着出神器的机会。想要更强的装备，光刷妖兽可不够啦。秘境能出神器？好，那就是咱们下一个目标。秘境啊，这不就是高级副本吗？抢 BOSS 出装备，这个我熟。别光顾着兴奋，传说中的秘境，机缘越大，凶险越大，去的肯定不止咱们一家。哥哥们，进之前把装备都备齐，这一趟怕是不太平。该备的都备上，按最坏的打算来，咱们稳着进，稳着进，爽着出。我倒要看看这玄苍界传说中的秘境 BOSS， 比咱们打的那5阶魔蛟能凶多少？几位堂主，这秘境一现世，怕是整个玄苍界有头有脸的人都要往里挤。放心啊，土，咱们要防的从来就不只是妖魔鬼怪，更是这些笑里藏刀的同道。这道理，咱们仨可比谁都清楚。那3人的力量与这星图上记载的远古之秘，那股不属于灵气的气息，竟隐隐同出一脉。难道这3人的来历与玄苍界古老的那段秘辛当真有所牵连？罢了，时机未到，急不得。这层窗户纸总有一日会自己破。若这3人之力当真源自那被尘封秘息，那他们的到来对这玄苍界究竟是福是祸，我竟有些不敢深想。堂主，快看天上！传说中那处藏着神器的秘境，它现世了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。堂主，您看，太虚剑宗、万剑门，还有那些个散修，整个玄苍界叫得上号的宗门全来了。据说这9幽秘境几百年才开一回，里头的机缘，谁抢到就是谁的。人多，一会儿进去别凑热闹，咱们走自己的路线。开荒老规矩，清怪探路抠机制，闷声发财。开荒哎，我最爱开荒了。第一波进本，怪还没被人薅秃，暴力最高。记着长老的提醒，这里头明明是抢机缘，暗里怕是有人专等着咱们，都打起12分精神。屠龙堂的邪修也敢来凑热闹。也罢，秘境之内生死天命，正好没人替你收尸。哟，又是太虚剑宗的，怎么上回外门筑基师兄都被打哭了，这回换内门来送经验？哼，瞧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进去之后提防着点这帮人，背后捅刀子的往往就是这些正道同门。记下了，进本都跟紧我，谁都别单独行动。
这岔道有埋伏的气息，绕开。走左边主路，先把这层的怪清干净，别留尾巴。瞧瞧这熟练练，什么探路清怪留后手，咱们闭着眼都门儿清。这帮土著修士进本跟没头苍蝇似的。40级了，堂主，你们这进本的速度比那些大宗门的队伍快了何止1倍。不是快，是不走弯路。哪有怪，哪有坑，哪有宝，按套路一步步来，自然又快又稳。这就叫专业。那帮土著啊是来探险的，咱们是来通关的，性质不一样。专业归专业，也别拖大。这秘境越往深，水越浑，该拿的拿，该走的走。有埋伏，快退！机关，怎么会有这么多机关？你看，你看，不清怪，不探路，闷头乱冲，这不送人头吗？开荒最忌讳的就是没策略。人家不懂副本机制嘛，在他们眼里，这秘境是透视深途。越分析越往里，机缘越大，凶险也越大。保持节奏，往核心区推。堂主，那些被困的修士要不要救救？救得过来的顺手搭一把，救不过来的别勉强，咱们自己的命要紧。阿土心善，可在这种地方，心软是会要命的。咱们能护住自己人已是不易。护盾仅在妖将吟唱时可被打断，强攻无效。嘿，这不就是带毒灵机制的守关 BOSS 吗？他念咒的时候打断他，护盾就破。这我熟啊，太熟了。搁咱们那游戏，这种怪满地都是。打断流是吧？听我口令，他一抬手吟唱，魔法少女立刻冰招打断，小奶猫减速压迫。姑娘撑不了多久了，快破这阵，咱们也好过去搭把手。修真界哪有打断这概念？这关专治他们这种不懂机制的。来吧来吧，正好让我练练手。告诉你们个带护盾的守关怪，最怕的就是稳定打断，护盾一破就是只软脚虾。他抬手的前摇我盯着，我喊打断你就放，节奏别乱，一次失误他毒瘤完成，咱们就得硬吃一发大招。都火烧眉毛了，他们竟还有闲心研究这阵法的门道，这几人到底是什么来路？吟长杖被打断，护盾破除，进入虚弱。破防了，起火！打断，激活，再打断，这套连招，咱们当年通宵刷子练了800遍，就这破机制，也想拦住爷？目标多次吟唱被打断，陷入永久压迫。记住了，机制怪的核心就是别让他做他想做的事，把他的节奏打乱，再是硬活个靶子。他们却像是早就知道这怪的弱点一般，轻描淡写就破了。那位姑娘再撑一会儿，这阵马上破，破了我们就过去。这块攻不下，他每次蓄力，我等的护体灵气都扛不住。几位道友，他蓄力的时候打断就行呀，光靠硬扛，再修10年也过不去这关。打断，原来要在他蓄力时3日，损兵折将，竟连这点门道都没看透。大哥，不是你们笨，是你们脑子里压根没机制这根弦。这玩意儿啊，得有副本思维。他们破的不是这座阵，是整个修真界苦修硬扛的死脑筋。这3个人越看越叫人看不透。哎，那边那个商号，撑住啊！我们这就过来急救你，可别在我们破关之后自己先撑不住了。什么人？哪来的邪修，敢坏我清剿大计？这半妖余孽乃正道公敌，尔等休要多管闲事。清剿，我看是仗着人多欺负一个伤病，这闲事我们管定了。好大的口气！一群来历不明的散修也敢插手正道的事！弟兄们，连这几个邪修一并剿了，省得日后麻烦。他们真的为了我一半妖，跟整个正道追兵动手，图什么？图什么？
好，好！你们竟敢窝藏妖孽！此事我定会上报各大正道，尔等屠龙堂等着被天下共讨吧！哎呀，我们屠龙堂被共讨的次数可比你吃的饭都多，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不少，慢走不送啊你嘞！行了，少招惹人，又给咱们结一个仇家。哎，这正道的脸面，咱们今天可算是又踩了一脚。哎，这姑娘耳朵尖尖的，是半妖啊，长得倒挺标致。别过来！你们救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不想干什么，看不惯仗势欺人，顺手而已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们没工夫拿你去换悬赏，那点赏钱还不够我们刷一趟怪。你先疗伤，这秘境还没出去，外头不太平，跟着我们至少能保你一命。出去之后，你要走要留，悉听尊便。不想接就先放着，我们没恶意。方才那些正道借清剿半妖的名头，对你们半妖喊打喊杀，这种事我们见得多了。你们不是正道的人，我们是屠龙堂的，在这玄苍界，我们也是被人追着喊邪魔的那一类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搭把手而已。我不需要同情，你们救我必有所图。图什么呢？图你这一身伤吗？傻丫头！哎，我说姑娘，你别老一副要咬人的样子。我们仨在这世界也是被人喊打喊杀的异类，跟你一样，同病相怜，懂不？这样我记下了，但别以为救我一次，我就会信你们。不急，信不信日子长着呢。你们救我就不怕跟整个正道为敌？还是说你们是想拿我去换正道开出的那份悬赏？我去，这大块头怎么有点眼熟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类似的造型。别愣神，管他眼熟不眼熟，先打过去再说。找位置，我扛，你炸，猫空。这是九幽镇守的凶兽，你们3个练气期也敢碰他？练气期那是你们修真界的老黄历，在我们这套规矩里，咱们这叫40级，越级杀 BOSS 那是家常便饭。这种镇守怪我们见多了，血厚机智多，狂暴期吓人，可只要摸透了他的套路，照样把他磨死。他每隔一段会全屏狂暴，那是爆发期，到时候都给我躲进4角，狂暴一过就是输出窗口。苏姑娘，你也别硬扛，跟着我们的节奏走。我倒要看看你们是真有本事，还是在虚张声气。这配合，一个扛一个抱一个续，分毫不差，像一台严丝合缝的机器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苏姑娘别愣着，你的妖法不在火力空当，跟上节奏。来了，窗口期，流星火雨，走一波！节奏稳住，他血线见底了，再耗几轮就是咱们的了。原来仗还能这么打！弯妖岭一族悍勇无双，却也只会以命换命，硬碰硬。可他们是在用脑子打仗。就是现在，烈火剑法！橙装，传说级的橙装啊！咱们刷了这么久，第一件橙装可算到手了。这要在以前的游戏里，全服都得轰动。赢了，我们真的把九幽守护灭了，连我最强的几位长老都未必敢碰的凶手，品相绝佳，这一趟没白来。橙装啊，我做梦都想抱一件，穿上它，我这输出还不得翻倍？这凶手我刚才打的时候，越看越觉得他的招式眼熟。那狂暴情报前面那道全屏波，总觉得在哪儿见过。许是错觉吧，先收装备要紧，回头再琢磨。这秘境眼看就要塌，咱们也该撤了。此装残留古老气息，指向屠龙刀残篇。一刀，你那刀，它在发光，它跟这橙装的信息对上了。这橙装里的残篇信息说，这玄苍界自古就流传着一柄屠龙真炼的传说，可惜早已失传，至于残篇线索散落各处。可咱们手里这柄屠龙刀是从那边带来的，他一碰到这残篇就有反应。哥哥们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咱们这柄刀跟这个世界绝不是毫无干联。等会儿，我有点懵。你是说咱们从游戏里带出来的这把刀，在这个世界也有传说？那这世界跟咱们的游戏难道……别瞎想，
线索太少，下结论太早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柄刀是把钥匙，他能解开的，恐怕不只是他自己的秘密。一步一步来，先把这残篇的下落当成屠龙堂的头号机密，慢慢查。这种事儿急不得，更不能让外人知道。等等，咱们的公会叫屠龙堂，这刀叫屠龙刀，这世界的传说神器也是屠龙，这也太巧了吧！我寻思着当初起名纯粹是图传奇情怀，怎么还真就对上了？当初起这名不过是图个情怀，可现在看来，冥冥之中倒像是早有注定。那就别让它只是个巧合。这残篇线索是个远期目标，集齐它，说不定就能解开咱们这柄刀的真正来历，甚至这整个世界的秘。定了，屠龙堂往后多一桩大事，追查屠龙刀的残篇下落，弄清它，也弄清咱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来的。我突然觉得咱们这屠龙堂的名字起得太对了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！集齐残篇召唤神龙啊，呸，是寻回屠龙刀。别贫，这条线关系到咱们能不能回去，也关系到这世界到底是什么。从今往后，刷怪、攒钱、扩堂都是手段，查清屠龙刀才是咱们真正的主线任务。主线任务说得好，那就一边发育一边追这条线。你们说的屠龙，我们弯妖岭的古老传说里似乎也提过，族中古碑记载，远古一柄能顶斗龙的凶器与几头上古凶兽一脉相生。我一直当是神话，可听你们这么一说，万妖岭的古碑也提过屠龙。看来这条线索比咱们想的还要深。一柄刀，一座古碑，几头上古凶兽，再加上咱们这3个莫名其妙穿过来的人，这背后怕是藏着一个大的吓人的局。局再大，也得一根线一根线的拆。眼下先把命留住，把东西带出去，再从长计议。而且我们万妖岭族世代守着那块古碑，却从没人能解开上头的真意。如果你们查屠龙刀的线索真能牵扯到古碑，或许我能帮上忙。那感情好，多谢。别误会，我只是想理清我们一族世代守护的到底是什么，不是为了你们。行啊，随你怎么说。古碑的事往后少不了要麻烦你，这条线咱们就并作一处查。警告：九幽秘境核心已被夺取，秘境开始崩塌，请尽快撤离。跟紧，别掉队！你为什么回来救我？我只是个累赘。屠龙堂没有累赘，要么一起出去，要么一起留下。少废话，跟上，跑！从我落难那一刻起，所有人要么是来杀我的，要么是想利用我的。这3个怪人到底图我什么？哎呀，你倒是快点啊，大小姐！别看我怂，关键时刻可不含糊。咱屠龙堂的人一个都不能丢，哪怕你才刚入伙。是正道悬赏追杀的半妖，救我对你们没有半点好处，只会惹来无穷的麻烦。你们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也一样啊，被人骂作邪修，追着喊打喊杀。傻丫头，这世上把你当怪物的，从来不是你自己有问题，是他们的眼睛有问题。我自由父母被正道所驱赶，孤身一人逃了10几年，从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感慨的话留着出去再说。苏婉月，在屠龙堂，没人会因为你是半妖就看低你一分。你的本事，你的命，跟我们一样金贵。所以呀，别再把自己当什么异类了。从你接下我这枚药的时候起，你就已经是我们的人了。你们别哭，在我们那儿有句话，过命的交情最实在。今天这条命，我们替你保下来了，往后你就好好活着，好好做屠龙堂的人。我苏婉月活了20年，第一次遇到个肯为我这种半妖拼命的人。你们的屠龙堂还缺不缺人？哟，这是想入伙了？早说嘛！咱屠龙堂的大门向来对同类敞开。欢迎屠龙堂第一个本地战力苏婉月。从今往后，我这条命是屠龙堂的了。你们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，你们要护的人，我苏婉月拼了命也替你们护着。成员苏婉月职业雕修，欢迎欢迎！告诉你啊，咱屠龙堂福利可好了，有肉吃，有架打，有装备爆，还有猫姐这尊活菩萨给你续命。就是吧，得忍受我这张嘴。你这张嘴，我看迟早得让猫姐的毒给糊上。瞧，这就上道了。走，出去就是家，咱们屠龙堂的家。家，我已经很多年没听过这个字了。等出去了，给你办个正式的入堂仪式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孤身一人。邪魔跑了一路，也该到头了。识相的，把秘境里爆出的神器
连同那柄屠龙刀，统统交出来！本首席或可留你们个全尸。又是你，还带了个新靠山。看来不把你打到再不敢露面，你是不会消停了。少废话，东西交出来！念你们有几分本事，老夫可饶你们不死。这位前辈，话别说太满，我们屠龙堂的东西从没有交出来这个说法。抬举也好，老夫倒要看看能让凌霄那废物连吃数次巢的屠龙堂究竟有几斤几两。丁侦测到高阶凶敌，目标等级远超你方，都小心！这老怪的段位不在那群筑基师兄之下，是块硬骨头。暗与暗结阵，别浪！四人协动，铁三角加妖修，战阵威力倍增。和你们配合太顺了，我只需补在缺口，剩下的你们三个早就算好了。这就对了，你现在是屠龙堂的人，咱们的节奏你慢慢就摸熟了。怪哉，四人各司其职，竟无一丝破绽。这套战法，老夫征战数百年，闻所未闻。他们到底是何方神明？前辈快出全力啊！他们就快撑不住了。有点意思，区区几个散户，竟也能逼得老夫动真格。罢了，今日不与你们纠缠。前辈，不能放过他们！神器再纠缠下去，引来旁人，谁也讨不到。你们的东西，老夫记下了，来日方长。那人的实力深不可测，比我以往遇到的对手要强上许多。多亏大家是无心缠斗，令对方不敌我们。行事低调隐忍的对手，远比张扬的人更难应对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抓紧提升自身实力。他领走那具那东西，指的绝不是盛装这么简单。哥哥们，咱们怕是无意间碰到了某个更大的秘密。大秘密，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咱们是不是又给自己挖了个大坑啊？坑不坑的，先把盛装和线索带回去。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立堂占地，扩充实力。等那玄袍再找上门，咱们手里得有能跟他叫板的本钱。算我一个，这条命是你们救的，往后这屠龙堂的账我跟定了。区区散户竟也敢染指那东西，看来这盘棋要变了。好家伙，一刀你这一刀比我满级流星火雨还猛，这盛装真不是盖的。有了他，咱们能挑战的对手又上了一个台阶。下次再碰上的玄袍老怪，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等屠龙堂的人手再齐整些，神装再爆几件，这玄苍界还真没几个能拦得住咱们。这装备的力量简直骇人听闻，你们究竟还藏着多少？装备嘛，自然是越多越好。婉月，你也别光看着，这盛装分解的材料，回头给你那把妖刀也强化强化。咱屠龙堂的人装备都得跟上，给我也强化。这等神物的材料何其珍贵！嗨，自己人分什么别屁，跟着屠龙堂，保管你这把刀3天换一个样。好。逃亡10几年，第一次有人把好东西毫无保留的分给我。屠龙堂这2个字，我苏婉月记下了。行了行了，别感动了，赶紧的，回去还有一摊子事儿呢。立堂占地招兵，大事多着呢。又是仗势欺人那一套，看不下去。多谢几位大侠，多谢屠龙堂，你们真是咱们散修的青天啊！记住喽，屠龙堂专治各种仗势欺人、欺软怕硬的。原来被人这样真心实意的谢着，是这种感觉。今天施的这些恩义，来日就是屠龙堂最后的根基。你们是没看到那 BOSS 多凶险？英勇，我怎么记得 BOSS 狂暴的时候是你叫的最响，躲得最快？那叫战术性走位，懂不懂？脆皮法师保命第一，这是基本操作，你懂什么？别理他，在屠龙堂啊，怼少女歌是咱们的传统娱乐项目。真好，这种有家的感觉。我从前总以为半妖这辈子注定是孤零零的活，孤零零的死，
原来也能有这么一天。来，都满上！敬咱们屠龙堂，从最初的3个人，到如今这一大家子，不容易。敬屠龙堂，敬咱们这帮被天下人嫌弃，却偏偏活得最痛快的散户。小的能入屠龙堂，是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那个方位的星象和我们万妖灵骨碑上刻的一模一样，骨碑上那几头降世为祸的凶手，难道当真存在？我们万妖岭和山传的骨碑上记载，远古之时曾有几头世界级的凶兽降世，引发天地浩劫，生灵涂炭。他们的名字，骨碑称之为祖妈、次月，还有一头唤作牛魔王。祖妈、次月、牛魔王，你再说一遍，你刚才说的是不是这3个名字？你们为何是这副表情？难道你们听过这些名字？岂止是听过？婉月，你再仔细想想，关于这几头凶兽还记载了什么？任何细节都好。骨碑残缺，只说他们盘踞于几处远古禁地，与一柄屠龙之焰一脉相生。守碑的长老说，那是连神明都不愿提及的最古老的秘辛。祖马教流、赤月恶魔、牛魔王，这些都是咱们当年在游戏里打了无数遍的世界级 BOSS。攻杀之前，咱们组团刷的就是他们，每一个名字我闭着眼都能背出来，一字不差，连名字都一字不差，这不可能是巧合。这个世界难道真的跟咱们玩的那个有关系？先别慌，一柄屠龙刀，几头同名的妖兽，咱们这几个穿越者线索越来越多，可还串不成一条完整的链子，证据不足，下结论太早。猫姐说的对，这事太大，大到咱们现在根本扛不动，先记在心里，慢慢查。眼下活下去，站稳脚跟才是头等大事。可万一这世界真就是咱们那个呢？那这些 BOSS 要是哪天真的又出现了，咱们真的能行吗？那可都是最高级的对手啊！别自己吓自己，就算是真的，那也是以后的事。咱们现在连一座城都还没有，操心高级 BOSS 的太早了。但这件事我们都要放在心上。从今天起，凡是和远古凶兽屠龙有关的消息，都给我留收集。这局棋，咱们得提前落子。我会默写万妖灵骨碑的全部内容，我要查明家族守护的秘密。我欠你的更多。一家人共担屠龙堂的责任。远古凶兽屠龙之刃，界外来客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难道真的指向同一个答案？线索都在往一处汇聚，可这层窗纸，老夫还不敢捅破。一旦捅破，这玄苍界数万年的天道正统，只怕都要随之倾覆。这里面到底是什么，咱们暂时管不了，也扛不动。但有件事，刻不容缓，咱们得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家，一座谁也撼不动的城。先把根扎稳了，再谈别的。这世界的根，咱们慢慢挖。可咱们的根，得现在就扎下去，传令下去。屠龙堂要立总部，要有一块真正属于咱们散户的家。这趟秘境收获不小，盛装一件屠龙刀的残篇线索。苏婉约入伙，战力还涨了一大截。这一趟九死一生，值了。那可不，现在咱们屠龙堂谁还敢小瞧？等级神装、妖修战力样样不缺。可这玄苍界也算是一号响当当的势力了。接下来呢，总不能守着这处小据点过安生日子吧？我看你们3个可不像是安分的人。瞧，新来的都看明白了，咱们这心气儿岂是一处小据点装得下的？我早就想干票大的了，整天窝在这破山头刷小怪，咱得有城，有座属于散户自己的城，城头插满屠龙堂的大旗，那才叫威风。我万妖岭的族人，或许这么屠龙堂立起一座城，也能有个安身之处。会有的，就是座不论神妖，谁都能挺直腰板活着的城。选址我已有了人选，那处要地背靠灵山，面朝商道，城墙一立便是一夫当关。把屠龙堂的总舵立在那儿，等于在整个玄苍界的眼皮底下扎下一颗钉子。钉子好啊，专门膈应那帮看不起咱们的名门。我现在就想看看城旗立起来那天，凌霄那张脸得多精彩。红会屠龙堂贡献值已达上限，工会进阶受阻，需站立出正式的据点城镇，方可继续升级。来了，系统都开始倒逼咱们占地盘了，光有个山头小据点不够，得有一座真正的城。我看上这块地方了，又扼着盟众的商路，拿下它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是立总督的绝佳之地。定了，卷起袖子干，选址立堂，占地称雄，让屠龙堂的大旗正大光明的插在这玄苍界。
好，好。几位堂主，小的虽然不能武，可跑腿、登记、管账，样样在行。这历城的杂事儿就包在小的身上。先别急着兴奋，战地历城等于明着跟整个玄苍界的旧秩序叫板。那些名门绝不会眼睁睁看着咱们散户做大，这一步迈出去，就再没有回头路了。我知道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可这一步早晚都得迈。与其缩着等死，不如堂堂正正打下一片天。该来的风浪接着就是。怕什么？大不了再打一场。这些年我一个人都熬过来了，如今有你们并肩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诸位长老，那屠龙堂如今竟要公然占地历城，割据一方，玄苍长老一味姑息，已养成大患。再不出手，我太虚剑宗的脸面、正道的威严将荡而无存啊！完了，一群邪魔散。这一回，玄苍师弟拦不住了，传我之令，整军备战。糊涂！你们这一步迈得太急太险了。强硬派早就憋着这口气，如今正好拿战地称雄做文章。老夫纵想护你们，也难挡这汹汹大势。这一关就看你们自己了。装修，开战！行会屠龙堂升级，解锁城防、驻军、招募功能。从今往后，玄苍界之内，屠龙堂有了真正落脚，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城。城，咱们有城了！我做梦都想不到，有朝一日，老娘也能当上一城之主。想当年在网吧通宵打传奇，谁能想到有天真把城给攻下来了，还是座货真价实能住人的城。一座不分人妖的城。背靠灵山取灵气，面朝商道聚财源，城墙一立，易守难攻。哥哥，这地方是真选对了。光选对地还不够，太虚剑宗的大军已经开拔，正朝这压过来，留给咱们立稳脚跟的功夫不多了。城要立得稳，得有人、有规矩、有人心。阿土那边的招募抓紧，婉月那边的操练从严。堂主放心，这2日来投的散修已经排到城外3里地了，都是冲着咱屠龙堂不看出身的名头来的。都给我打起精神，在屠龙城，不管你是人是妖，只要肯卖力，就有你的一席之地。偷奸耍滑的，趁早滚蛋！东边校尉营，西边将辅坊，南边商队。堂主，咱们屠龙城如今也有上千号人了。人多了，规矩就得立明白。人是不少，可粮又不齐。我也按你说的，把能打的边境战营、会守的归将做，留下的做后勤。3日操练，至少能拉起一支像样的队伍。哎，我说，咱们这草台帮子居然真有了点正规军的样子了。想当年攻杀，咱们工会也就这点人马，所以这套咱们熟。把游戏里精英工会打宽战那一套原样搬过来就是。我活了30年，头一回觉着自己不是个被人踩的烂泥。在屠龙堂，咱也是个有奔头的人。听见没？都给我好好练，等城里稳了，咱屠龙堂就是这玄苍界散修的脊梁。屠龙堂第1条规矩，不分出身，不论人妖，只按贡献与战功论赏，谁立了功，谁就该得，绝不亏待。第2条，同堂即是一家，对内护短，对外齐心。谁敢欺负咱们自己人，屠龙堂上下跟他没完！屠龙堂，屠龙堂！原来被当成人来尊重，是这种感觉。这座城值得用命去守。弟兄们，都给我记住了！记了，不管你以前是被人踩在脚底下的散修，还是东躲潜藏的半妖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堂堂正正能挺直腰杆的屠龙堂人。你看，咱们当初只是想活下去，没成想竟攒起了这么一大摊子人的指望。所以这城往后只能立得更稳。这上千号人的家，咱们担起来了。堂主，大事不妙！太虚剑宗联合多方门派，以巡查清剿为由，大批弟子向外聚集行进，人数极多，不出3日就会到达咱们地界。我的个乖乖，这得来了多少人？太虚剑宗这是把家底都搬来了。不止太虚剑宗，他们是铁了心要把我们连根拔起。来得好，早晚都得有这一仗。咱们的城，咱们守。屠龙堂的邪魔听着，尔等盘踞一方，蛊惑散修，今日便是尔等的死期。识相献城投降，或可留个全尸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的老朋友凌霄首席吗？怎么自己打不过，又搬来一群帮手？你这辈子是不是就指着搬救兵活着呢？他们人虽多，
可大多是被名门驱使的炮灰，未必真肯为狡邪卖命。真正难缠的是那几个压阵的金丹强者。擒贼先擒王，盯紧那几个金丹，只要他们不亲自下场，这城咱们就守得住。老夫立足无效，强硬派一意孤行，已将老夫架空。但记住，联军看似声势浩大，实则各怀鬼胎，号令不一。守住阵脚，挫其锐气，未必没有转机。多谢长老，这份情屠龙堂记下了。长老虽不能明着帮咱们，可这一句提点已是天大的人情。哥哥，咱们不能让他失望。长老说的对，联军号令不一，太虚剑宗想狡邪立威，别家是来分一杯羹抢咱们家底的。只要咱们前期顶住，让他们自己斗，这盟自己就散了。以守代攻，磨掉他们的耐心和私心。哥哥，这思路稳。我万妖岭的战士虽不多，但汉勇最适合打这种你死我活的死战。2亿交给我。那我呢？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主楼制高点，把火力往下耗，别往人堆里凑。你这脆皮要是先没了，咱们这套配合就缺了最大的输出。明白，我负责在后面，安全又华丽的把他们一片片烧成灰。谁让我是全队最金贵的核心输出呢？弟兄们，我知道你们怕，对面是名门联军，是金丹，是大阵。可我问你们，这座城是谁一砖一瓦垒起来的？是咱们，是咱们这些被名门踩了一辈子的散术半妖，这是咱们的家。家能让人随随便便就抢走吗？不能，誓死守城。屠龙堂在，城在。记住，咱们不是为了称王称霸才守着城，咱们是为了让天下所有被踩在脚下的人知道，散户也有不肯跪下的那一天。我半生流离，从没为谁、为什么地方拼过命。可这座城，这群人，值得。哪怕拼了这条命，我也要守住它。但愿这一战用不上你。城门是死守的命脉，我亲自坐镇，东西2翼交给苏婉月的妖族战力，机动支援。魔法少女上主楼制高点，火力覆盖。小奶猫，我负责给整座城铺一层惊喜。你把这场守城战拆过的像一道早就解过的题，每一处布防都卡在敌人最难受的地方。因为这种仗，攻杀守城，拼的从来不是谁人多，谁的脑子合不出错。那可不，论守城，整个玄苍界加起来也没咱们仨懂行。咱们可是经历过1000人攻杀、血流成河的老兵。听你们这么一说，我这心里竟踏实了不少。踏实归踏实，对面有金丹压阵，是真刀真枪的硬仗，谁都别犀利，咱方向上，守住城，活下来。就等他们往咱们布好的局里钻。这角度，这覆盖副队，流星火雨往下一砸，城门口就是一片火海，谁敢冲，谁就是活靶子。城门一破，他们涌进来，踩中的每一步都是催命符。哥哥们，这叫诱敌深入，关门打狗。我的人埋伏在2翼，哪边防线吃紧，我们就驰援哪边。光有外围阻拦手段还不够稳妥，我在城门正后暗藏一道后手阵法，倘若对方真冲破城门，自认占得先机大局于用的时候。猫姐，这计策实在巧妙，先放对方深入，再合围牵制，瓮中困敌。跟你们待久了，我都快忘了，咱们其实是以少敌多，以弱博强的那一方。齐活！整座城从城门到内巷，里3层外3层全是敌，他们每往前一步都得拿命来填。记住总纲，前期用陷阱和火力换人头错日期，中期盯紧金丹，绝不让他们从容破阵。真到守不住了，就往内城城退，节节抵抗，每一步都给我算着来。得令，总指挥。一刀，咱们真能守住吗？对面那阵仗不知道，但咱们没有退路。
这城后面是上千个信咱们、跟着咱们的弟兄，退一步，他们就没了家。所以我们必须守住，一同坚守，祸福相伴，绝不分开。说起来，当年攻杀的前一晚，当初我们3人连眼前山河景色都早已换了模样。可不是嘛。不过这回多了个婉月，咱们的队更全了。那就再打一场漂亮的攻杀。丁毒阵、骷髅伏兵、流星火雨连环触发，联军前锋损失惨重。来啊，这就是冲塔的下场，一波一波给我送！稳住节奏，分批收割，别让他们缓过气来。成了，他们冲不进来，这些机关陷阱比我万妖岭的天险还狠。别高兴太早，这才第一步，是试探，真正的抗战还在后面。都给我盯紧了，省着点底牌。这帮土著真当工程是请客吃饭呢？哼，也不打听打听，咱屠龙堂的城是这么好啃的？第一波是炮飞，用来探咱们的虚实，真家伙还没出呢。少女，省着点来，把大招留给后面的硬骨头。来了，看他们阵型变了，压阵的要亲自上了。蝼蚁害树，不自量力。破！金丹来了，机制压不住境界差了，都顶住，缺口，我来堵！你到底疯了？那是金丹，过去就是送死！不赌，死的就是全城！都按计划，别乱！陆婉月守住东翼，小奶猫盯着我的血线。烧不动了，这帮金丹的护体，我满级流星火箭砸上去就掉层皮，这怎么打啊？境界差太大，气质压制全失效了，跟那天对玄苍真人一个道理。硬实力的强，咱们撞不动。那就用命去舔，稳住阵脚，别崩！只要阵型不散，就还有的打。我蓝条快空了，一刀撑住啊！一刀退一退，血口太大了，你会被没了的。长老说过，他们各怀鬼胎，撑不久的。咱们再咬牙顶一阵，顶到他们自己乱起来。一刀撑住！退了缺子就破了，全城就完了，我不能退。宿主已确认死亡。一刀！不可能！起来啊！你给我起来啊！死了，真的死了。那个在秘境里守命护我，在城墙上替所有人挡刀的人，就这么死了。哈哈！屠龙堂的头死了，邪魔的脊梁断，众人听令，破城！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让我过去看看他一刀不会死的，他可是咱们的团长啊！铁律是为了活下去才定的，可要是连他都没了，这命留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一刀回来！复活戒指，猫姐，你一直藏着这个，他真能把人从死人堆里拉回来。这是咱们最后的一条命，我本想留到最危险的时候，可还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危险，比失去他更危险？原来你们一直藏着的是这个用处，你们连这样的底牌都肯为彼此用掉。那是我大哥，是从小一块光着屁股长大的兄弟，没了他，咱们这队就散了，写作的队。戒指，你把它用了。你可别再让我用第二次了，
没有第二枚了。戒指没了，咱们就再没有退路了。所以这一战只许胜不许败。今天他们逼咱们碎掉的那枚戒指，我要他们10倍偿还。没退路了是吧？好，没退路，那就把他们全都干碎。我这条命今天也豁出去了，谁也别想再碰咱们一根汗毛。守护屠龙堂，守护我们的家园。今日共守城门，今日便要战个不死不休。这份活下去的机会，是兄弟用底牌为我换来的。这笔账，我今日必定要收回来。魔法少女火力全开，不用省了！小奶猫，把压箱底的全倒出来！苏婉月，跟我冲！今天咱们反推，流星火雨、雷电冰皇啸，全给我砸下去！我蓝条空了又如何？今天烧穿他们！原来这就是你们最强的样子！以命换命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这股气势已不是修为高低能衡量的了。骷髅大军狂暴全开！今天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奶妈的真正杀招。这3人被逼到绝境，反而爆发出了远超平日的战力。能与诸位并肩，我无怨无悔。走，让他们见识我们屠龙堂众人的风骨。堂主没倒，骷髅堂没倒，跟他们拼了！不可能，3个练气期，这群亡命之徒杀红了眼，简直不要命了！撤，快撤！再打下去，咱们都得交代在这儿。怎么会？明明就要赢了，怎么不进攻了？不是说要剿灭邪魔吗？来呀！经验我都给你们留着呢。赢了，可这一次是真的，差一点就全完了。一刀，你欠咱们的可不止1条命。我知道，这吊谜是猫姐用最后的底牌换的。往后，我用10条、100条，也得护住你们。守住了，咱们真的守住了。这座城，这个家还在。从前我以为我这次注定无家可归，可今天我拼尽全力护住了身后的家园。守住了，只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往后再没有外物可以依靠，接下来的每一场争斗都必须全力以赴，慎之又慎。玄苍，你这是何意？剿灭邪魔乃宗门之命，你竟敢公然护着他们！我护的不是邪魔，是道义。这屠龙堂庇护散修，收容半妖，守土为家。尔等，大道之行，正义何在？今日之事，老夫会上报宗门。屠龙堂非邪非魔，较之有违天道。谁若再敢私自动兵，便是与我玄苍与这玄苍界的公道为敌。剑宗长老，这世道真要变了！长老，方才那几道暗中结下的杀招，是您出的手，多谢长老救了屠龙堂上下。老夫早说过，不会眼睁看你们去死，只是碍于宗门立场，不能明着相助，让你们受惊了。长老这份情，屠龙堂记一辈子。从今往后，您就是咱们屠龙堂最尊贵的客人。好，那老夫便托大做你们一个亦师亦友的忘年交。日后这玄苍界怕是要变上一变了。长老言重了，咱们屠龙堂从没想过要变天，只想给这些被踩在脚下的人挣一个能站直了的地方。这便是变天的开始。千百年来，这玄苍界的规矩是强者通吃，寒门无路。可你们偏偏给寒门、给散户、给半妖趟出了一条新路，这条路比任何神通
都更动摇这旧秩序的根基。长老谬赞，咱们没那么大志向，就是看不惯这世道罢了。前辈且看，我便要搅乱这旧规矩。好一个搅乱旧规矩，有趣有趣！老夫活了100年，今日才算遇上真正有趣的后生。今日这忘年交，老夫交定了。输了，全盘皆输，最后却败给3名散修。凌霄，宗门调动战士暂残，按宗规废去首席之位，逐出念必思过100年。不要！我堂堂太虚剑宗首席，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都怪那3个邪魔，都怪他们！那个追着咱们满山跑，差点把我送走的凶老头，如今竟成了咱们最铁的靠山。这剧情反转的我自己都没缓过来。所谓不打不相识嘛。这世上最牢靠的盟友，往往是当初最难缠的对手。你们守住了家，可有一件事，老夫思虑二三，今日必须告诉你们。这件事关乎你们究竟从何而来，也关这整个玄苍界的根。这行图是太虚剑宗的镇宗之秘，记载着玄苍界远古时代的几头凶兽。你们看，这几头可还眼熟？祖马、赤月、牛魔王一模一样，连那身上的纹路、那獠牙的形状都一模一样。这绝不可能是巧合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这怎么可能？星图上的远古凶兽，竟和咱们游戏里的世界级 BOSS 分毫不差。看你们的反应，老夫没猜错。这些凶兽的名字，你们认得？认得，太认得了。这几头是我们来的那个地方最有名的存在，我们打过他们无数次。打过？你竟与那等存在交过手？那些凶手不过是被反复挑战的关卡罢了。我们手里这柄屠龙刀，就是从打穿他们的副本里得来的。副本？尔等竟将这等灭世凶兽当作寻常的猎物，老夫一时竟不知该说你们是无知者无畏，还是当真天命。我懂了，这个世界玄苍界和我们玩的那片大陆马法是同源的，同名的凶兽，同源的禁地，那柄屠龙刀都不是巧合。所以我们不是随便穿越到一个异界，我们是被召回了马法的根。这柄屠龙刀，这一身马法系统的力量，本就属于这里。马法界外之地，你们竟当真与这远古之秘血脉相连，老夫穷尽一生追寻的天道源头，竟从你们口中得了第一缕真相。老夫执掌护道一脉，毕生追问天道源头何在，今日方知，这玄苍界之上，竟还有一个名为马法的本源，而你们3个就是连接2界的钥匙。长老，这事关系太大，在彻底查清之前，万望保密。真相要是泄露出去，咱们会被整个玄苍界当成怪物。放心，此事老夫烂在肚里，这是只属于我们几人的秘密。同源是实锤了，可这只是冰山一角。咱们为什么会被召回来？怎么才能回去？这玄苍界这马法到底是什么？这些还都是谜。谜就一个一个解，至少现在咱们知道了，我们不是误入异界的过客。这片土地与我们命运相连，我万妖岭世代守护的古碑，竟也与这马法的真相遥相呼应。这么说来，我的身世，我们一族的来历，也和这世界的根纠缠在一起。这么说，咱们这一路捡到的线索，你的古碑，咱们的屠龙刀，长老的星图，全是同一个谜的碎片。那就把这些碎片一片片拼起来，总有一天，咱们能看清这盘大棋的全貌。有意思，老夫活了数百年，本以为此生再无波澜，能在垂暮之年撞见这等惊天之秘，值了！哈哈哈！这条查证之路，算老夫一个。堂主，大宋守城大捷，来头的人把城门都快挤破了。如今咱屠龙堂已是这盟众一代谁都不敢小瞧的一方雄主了。那可不，想当初咱仨刚传来，被人当邪魔追着满山跑，瞧瞧现在，一座城千百号弟兄，谁还敢喊咱们邪魔？连我万妖岭的族人都敢正大光明的走进一座人族的城了，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。人来的越多，担子就越重。这每一个投奔咱们的人，背后都是一条命，一个家。屠龙堂的旗立起来容易，扛下去难。难才显出咱们的本事。当初3个人都闯过来了，如今千百号人，还能让咱们栽了？要我说啊，这才哪到哪。等咱把屠龙堂开成这玄苍界第一大势力，让那些当初瞧不起咱们的名门都得来给咱们提鞋，那才叫扬眉吐气。屠龙堂3位堂主神威盖世，
我家宗主特备薄礼，愿与贵堂交个朋友。瞧见没？从邪魔到朋友，不过隔着一场胜仗。这世道从来只敬强者，所以咱们得一直强下去。身份是打出来的，从今往后，谁还敢说咱们是邪学？瞧瞧刚走那位使者的嘴脸，上个月还在城下扯着嗓子喊烧死邪魔，这会儿腰弯的比谁都低，礼盒捧的比谁都高，这脸打得啪啪响。礼收着，朋友也认着，但这些名门今天能因咱们强而结交，明天就能因咱们弱而反目。靠人不如靠己，屠龙堂的腰杆得始终挺在自己的实力上。说得对，谁的笑脸都别真信，咱们自己才是自己最硬的靠山。咱们屠龙堂往后3件大事，以这座城为根基，护住所有投奔咱们的散户，集齐屠龙刀的残篇线索，查清这马法同源的真相，找到回去的路。我补一条，把咱们屠龙堂做成这玄苍界响当当的金字招牌，让天下散民提起屠龙堂仨字儿，都得挑大拇指。记下了，一条一条来，慢慢做，总有做成的那天。三位爷放心，这商路这进项，老夫给您打理的明明白白。屠龙堂要立国，老夫这钱袋子管够。各族部落那边，我去联络。从此，各族同道，同在屠龙堂这面旗下。好一个人妖同旗！老夫这把老骨头，往后便给你们这屠龙堂当个看门的。这玄苍界的格局，从今日起要重新写了。来，都满上，敬咱们屠龙堂，敬这一路同生共死的弟兄，敬这座谁也夺不走的家。敬屠龙堂！哥们儿几个，还记得刚穿来那会儿不？我血皮被熊瞎子追，一刀被白袍弟子拿剑指着脑门。猫姐刚说完死了是真死，一晃眼咱们都打下一座城了。穿越、打脸、刷怪、斗元婴、闯秘境、守城、查真相，这一路真是杀穿过来的。从被人按在地上喊邪魔，到如今站在自己的城头。是啊，从被人喊打喊杀的3个散户，到如今，可这才刚刚开始呢。刚来那会儿，咱们最大的念想就是安稳度日，找到回家的路。可现在，这一城的人都成了咱们放不下的牵挂。哎，你说咱们要真有一天能回去，舍得下这帮兄弟吗？舍得下婉月、阿土老钱，还有那倔老头长老吗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那是沙城的方向，万妖灵古碑里记载过的那处远古凶兽降世为祸的禁地，他们真的要醒了。那场尘封了万载的浩劫，怕是真要重演了。我守备一族世代提防的那一天，终究沙城现世，凶兽将起，马法的命运看来要印在你们身上。这玄苍界的惊涛骇浪才刚刚掀起一角。沙城，攻杀！兄弟们，听见没？这名字耳熟吧？塔巴克，攻杀！咱们当年在游戏里，多少个通宵，多少帮兄弟为他争了又争的那座城，他在这世界竟真实存在。如果沙城就是攻杀之地，那他极有可能就是解开马法之谜的钥匙，也是咱们回家的路标。看来咱们的下一步已经定了，目标沙城。沙城，上古凶兽来得正好。这盘乱世棋局，我们既然踏了进来，便没有半途退缩的道理。打，怕他作甚？想当年攻杀，咱们连祖毛赤月都刷穿了，这一回照样把这沙城给他攻下来。大家都到了呢，好戏开场了。此行虽千万人吾往也。从被你们救下那天起，我的命，我的刀就跟屠龙堂绑在一处了。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呀！这玄苍界的未来，看来真要交到你们手上了。管他什么世界之谜，什么世界级 BOSS，兵来将挡，
谁来出演？大不了就当是开了个更大的心腹本。打下沙城，护住屠龙堂，查清这马法的终极之谜，找到回家的路。哥哥们，新的征程开始了。这一回算我一个。主线任务：攻杀立国。已开启。